闺蜜嫌未婚夫貌丑不愿嫁，便设计我与她未婚夫共度一晚。婚后丈夫怨恨我出身低微，又毁了她娶心上人的机会，屡屡羞辱我。后来竟诬陷我与樵夫有染，要把我打死。住手！老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都是按照三公子的吩咐处置林夫人的。此时挨了板子的林月悠悠转醒，疼死老娘了！不对，我没死。突然头疼欲裂，一股不属于她的记忆涌入脑海，随即又晕了过去。孩子，你的伤，我对不住你。老夫人，林夫人私通外男，还要按三公子的吩咐将其扔到庄子里。放肆！本想着带你回来是为你好，不曾想是害了你。放切书和录影都备好了，等伤养好了，你就回家吧，把林丫头送回房去请大夫。林月醒过来后，用了3天才弄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。原主林月本是大昭国一个单纯的农家女孩，9岁时因偶然救下尚书府老夫人而被带到府中，而重生后的林月则来自末世，身怀空间和雷系异能。前世在争夺未被污染的水源时遭人枪杀，然后他就魂穿到了古代林月身上。他还在沉思时，平日里服侍他起居的丫鬟端着一碗鸡汤走了进来。林夫人，你现在可觉得好一些了？这是鸡汤，你多少喝一些，养好身子要紧。你这3日不在，去何处了？闻言，丫鬟神色一僵，就开始抹眼泪了。是夫人临时叫我去办点事情，耽误了没及时赶回来，才让林夫人出了这样的差错，我真该死。林夫人还是罚我吧。她说着就要自己打自己的耳光，林月在她舍不得真的打自己的时候帮了她一下，丫鬟被打懵了，林月直接夺过鸡汤往她嘴里灌。不要，不，为什么？鸡汤有毒，你和王崇文的勾当，真当我不知情？没害死我，今日又想来补刀，我待你如亲妹，你却恩将仇报。你人断气后，林月把他扔进空间里，结果他也被空间吸进去了。如今空间里只剩2亩开裂的荒田和仓库角落堆着末世从2元店搜刮的残缺摆件，还有一些热武器和最后2颗能量果，不管多重的伤吃下去立马能治愈。他随即吃1颗下去，身上的伤快速愈合。这个得试试种下去。正想着，突然被空间甩了出来。看来能量快耗尽了，也不知道古代有没有为空间提供能量的那玉。外面忽然有脚步声传来，丫头好些了吧？好多了。丫头，这些年我眼见着你长大，知道你不易。三公子荒唐，可到底连着老夫人的血脉，你也别怪他。伤养好了就回家跟家里人好好过日子，别再回来了。林月摸了摸包袱里沉甸甸的银票，离开这尔虞我诈的地方也好。半个月后的夜晚，他突然从睡梦中睁眼，门外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在往屋里放迷烟，以为成功了，不料走进来就被林月勒住了脖子。谁派你来的？是三公子，他说您既拿了放切书就该立刻滚出府去，你既赖着不走，就让您后悔来到王家，小的也不想来的，林姑娘就饶了我。林月直接拧断了他的脖子，把人扔进空间了。本打算明日离开，没想到这王文崇一刻都等不了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了。随后林月换上一身黑色的夜行衣，来到了王崇文的房间，结果房间空无一人，估计是在外面喝花酒还没回来。没事，我有的是法子找到你。天一亮，林月把房间里能带走的都扔进空间里，离开尚书府。他打听到王崇文在东宫参加诗会，诗会总共好几日，他就先找了个客栈住下。回边境的老家，路途遥远，得多准备点东西。8年前，老夫人带着他日夜兼程，历时2个月才到云京，那也是老夫人最后一次归乡祭祖。休息了一会后，他先是去买了各种蔬菜、粮食、种子和一些熟食，然后来到城中一条水质清澈的湖，把手插河里往空间引水，用意念把空间里的2亩地种上种子。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姑娘，有何事都好说，千万不要想不开。李二牛见他在湖边蹲了许久，猜测定是想轻生。谁想不开？林月还没意识到说的是他，回头只见一个男子朝他冲过来，结果脚底一滑，直接把他撞河里。他会水，直接就游上来了。可这位好心人，他好像不会水，呛了2口水就要沉下去了。林月想下去捞人，另外一个身影先跳下来救人了。二牛，醒醒！人醒了，咳嗽着往外吐水，睁眼就问：季言兄，那姑娘可还好？风纪言抬头看了一眼浑身湿透的林月，在下风纪言，我这二牛兄方才莽撞，冒犯了姑娘，姑娘的身子可有不适，不如在下陪姑娘去看看大夫吧。他可能更需要大夫。季言兄，你不是会医术吗？怎么还要去看别的大夫？走吧。林月回客栈的路上，感觉到有人跟踪自己，他不用想都猜得到，肯定是王崇文知道他还活着就派人跟踪，来得正好。没走几步，还遇到了个老熟人。林月直接走过去，拦住了对方的去路。是何人不长眼，滚开！好久不见呢，六春姑娘。此人就是害得她名声尽损，不得不嫁给王崇文的罪魁祸首之一，与王崇文定过亲的李家姑娘的丫鬟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被王家扫地出门的呀！你这哥哥的，你竟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回去告诉你主子，明日午时我在来福客栈等他，若是不来，我有的是手段和力气对付他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以前我家小姐拿你当个人，只是想利用你而已，你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。话音未落，又挨了一巴掌。记住我的话。打完人都不给他反应的机会，
林月扬长而去。回去客栈的路上，他一边走一边摸，想要找到能代替那玉给空间提供能量的东西。这死丫头不是疯了吧？跑了半日还神神叨叨的。估计是从一个衣食无忧的气势变成一个乡下丫头，一时接受不了也正常的。不过你别说，她样貌生的还是不错的，可惜就是个……正说着，林月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回去跟你们家主子说，明日5时我在来福客栈等他，我跟他有笔账要算。小厮二人没想到他们竟然被发现了，不过他们还是一人跟着，一人回去报信。林月到了客栈后，向客栈借了一个伙计和一辆马车，让伙计帮他买一匹马和粮食。什么？听完小厮的禀告，王重文给气笑了。就他一个咯咯哒，还想跟我算账，本公子倒要看看他要如何算账。翌日5时还没到，六春就带着李家姑娘来了。我倒要看看这咯咯哒有多嚣张，连本小姐的人都敢动，怕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小姐，就是他，你一定要替奴婢做主。李小姐别来无恙，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再说。你不会是被王家赶出来了，想让本小姐收留你吧？我李家可不缺下人。半年前的事情，我想李小姐还记得吧？李姑娘犹豫了一息，才脱口而出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本小姐还约了闺中密友逛街游玩，你有什么话赶紧说，本小姐没空陪你闲聊。那六春姑娘还记得吗？他们都知道林月说的是什么，但就是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六春还故意把话题扯远。我不知你说的什么，我以前同你交好，简直就是我瞎了眼。我要一早知道你是水性杨花的人，我一句话都不想同你讲。半年前，若不是你们主仆二人算计我，我也不会嫁与那王崇文做妾，倒是了了李姑娘的一桩心事。说来，李姑娘应该好好谢我才是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本小姐怎么可能会想出那种烟杂的法子？分明是你自己心悦王崇文，这才趁机醉酒爬了他的床。就是，可我记得当初是有人跟我说，他家小姐早有心上人，还说王崇文貌丑，又只会吃喝嫖赌，哭着喊着求我帮忙毁了婚事。我不帮你们，你们就恼羞成怒，想方设法将我同王崇文算计在一起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说的事情都是我做的，事到如今，就算你出去闹得人尽皆知，也不会有人信你这个弃妇半分。直接说吧，你今日叫我来是想做什么？只要李姑娘承认算计我和王崇文就好。你不要钱。此时门外偷听了好半天的王崇文都气成了牛鼻子，林月抬手就给了六春一巴掌。我当然是想报仇雪恨了。你若是敢打我，我绝对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。我哪敢啊！李小姐的父亲可是有权有势的户部侍郎，我若是动了你，怕是怎么洗的都不知道。算你识趣。李家当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，你不想嫁给本公子，你以为本公子很想娶你吗？真拿自己当天仙下凡了不成？李姑娘看到王崇文，当即就反应过来了。你居然算计我！我说了，我是来报仇雪恨的。王崇文才不管他们之前有什么恩怨。你现在回府一趟，把此事如实告知母亲。李家让本公子颜面扫地，必须要给本公子一个交代。小姐，现在怎么办？王三公子，他一个洗脚丫头说的话，你也相信吗？李小姐还不如快些回去，让李大人好好想想如何给我一个交代，给我父亲一个交代。论官身，李家自然不如王家。李姑娘直接吓得身子一软。小姐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再说吧。随后主仆两人逃似的跑了，房间里就剩他们二人了。你这个咯咯哒，胆敢伙同外人算计本公子，现在祖母不在，你死定了。他伸手就想抓住林月的头发，林月侧头躲开，响亮亮的给了他一巴掌，紧接着再踢一脚。咯咯哒，你敢动手打我？他薅起桌上的茶壶就要砸死林月，林月一把刀先捅进了他的腹部，然后迅速把尸体扔进空间里。报完信的小厮回来，只看到林月一个人，便问道：我家公子呢？走了，他说要找李家好好算账，刚走不久，你现在去追还能追上。小厮生怕主子冲动惹祸，也没多想就追出去了。随后林月也骑着马离开了客栈。女子骑马赶路，却被10米开外的老奶跑来称被骑马踢伤，不仅索要20两的医药费，还要50两的精神损失费。这是5两银子，我就这么多，年轻人挣钱很难的，别讹我好不好，老奶奶？老婆子都一把年纪了，更没法子赚钱。你若是不赔我70两，我就告到官府去。你当街做马伤人，怎么也要罚你100两，再蹲1年大狱。老人家，我是大夫，你若是受伤了，我可以先帮你看看。你少蒙我，你个黄毛小子会什么医术？你们两人分明就是合起伙来欺负老婆子。全靠老人一张巧嘴，看热闹的人风向一边倒，都让林月赶紧赔钱给老人家。官差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刚刚还中气十足的老人直接抱着官差的腿就开始哭诉：大人，你一定要替老婆子做主，他们2个人当街纵马伤人，还拒不赔钱，大人赶紧把他们抓进大牢。先把人带回去。风纪言似乎是看出林月想动手，他先一步按住他的手腕，用眼神示意他别轻举妄动。林月也不傻，不会蠢到众目睽睽之下跟官府的人作对，他可不想被当作通缉犯逃亡一生。他们3人连带着马一同被带走了。人群里看了一会儿热闹的王崇德问旁边的小厮：方才那人是不是林月那喜丫头？小的要是没瞧错的话，就是他。王崇德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眼底一闪而过的狠厉，跟小厮交代了一些事情。这一次我就不信这咯咯哒还不喜，我得找老三庆祝一下。殊不知他的小老弟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一进大牢，三人被分开关押，牢房里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发霉味。进来快2刻钟了，根本就没人管。人呢？有没有人啊？让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能出去？突然来了个人，跟狱卒说了点什么，狱卒的眼神都变了，嘴角挂着一抹似有似无的阴险笑容。林月感觉到不对劲，不会有资本做局要他洗吧？又匆匆赶来一个狱卒，扬声大喊：住手！事情查清楚了，这位姑娘没问题，放她走。林月这才收回从空间里掏武器的动作，他被带离了大牢。公子，事情办好了。公子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老糊涂了，才说出那些污蔑您和姑娘的话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您就饶了我这把老骨头吧。老人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，官府早有他多次讹人的案卷，按律法处置。丢下这个几个字，风纪言就抬脚离开了。林月从牢房出来，那老人讹他的银子都退还给他了。出来后看到在外面站着的风纪言，明显是在等他。你也出来了，此人身上有股淡淡的药味儿，应该是个长期喝药的病人，几经烟入味儿了，着实是可惜了。之前没有注意，现在近距离看他长得真的很好看。你没事吧？风纪言见他有点走神，以为他是在大牢里被吓到了。没事，今日的事情多亏你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谢你的。这个馒头又大又圆，很好吃，很适合你。看到那馒头，风纪言先愣住了，林月急着走就塞到他手里。突然一个很小的布袋从风纪言怀里掉了出来，想着他是病人，林月就先弯腰捡了起来。突然一股熟悉的力量从手心窜入脑门，林月整个人都懵了。这是曼玉的力量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就是一块墨条，你喜欢那便赠予你。墨条放入手中，那爆棚的力量直接让他的三窍都通了。我不能白要你的，我花钱买，这些够吗？看着手里的2两银子，风纪言点了点头。那墨条可是邱老送给主子的，价值连城，结果那女人花2两银子就买走，真是便宜她了。我还有事就先失陪了，下次有机会一定请你吃饭。主子快服药。消息打探的如何了？还是只有那个法子，想要配出解药，只能主子亲自前往东国求药，可此行千里，主子你的身体是吃不消的。他5岁离京，在药王谷学艺，3年前归来后，在宴会上被人下了西域奇毒，连他师傅都束手无策，唯有东国神医可解。去安排下行程，择日出发。女人既不读书也不写字，可她每到一家书店都会花光积蓄买墨条，就连衣服也要拿去抵了买，只因墨条里蕴藏着能补充她空间的能量。这下分文不剩了，看来得想个法子挣钱了。哈哈，有了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域外的奇珍异宝，今日大甩卖，不要599，也不要399，只要299。林月这一嗓子把周围所有的人都吸引过来，他把空间里淘到的2元店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卖了。看到他摊位上卖着奇形怪状的东西，一个男子好奇地拿起一个塑料杯子就问：这是何物？形状奇特，却又是晶莹剔透，看起来倒是个不凡之物。这是个普通的塑料瓶，里面以前是装甜水的，不过里面的水都喝完了。怎么把这个也拿出来了？这是个水杯，我拿错了，不卖的。他准备伸手拿回来，男子却一把把手缩了回去，还闻了闻里面，甜丝丝的，这个我要了，你开个价。这个真的不卖的，是我拿错了。随后3张银票扔到摊位上，不用找了。我的娘，他给300两干什么？大哥，不是你这，你休想坐地起价，否则我就告到官府去。我原本只想要个20文的。这个怎么卖？精巧绝伦，从未见过，一看就是个稀罕物。这个是平底锅，可以煎菜炒菜，不粘锅不生锈，非常好用。多少银子？我要了。这个200。我给你300两，不用找了，先卖给我。男子爽快付钱，直接从那女子手上把平底锅拿走了。不是云京城的人都是不差钱的主吗？我只想卖个299文的，有钱人就是爽快。这个是什么？怎么卖？这又是何物？好多人围着问，什么塑料的水杯、勺子、碗、洗脚盆，大部分问的人都买了。他们是真的不差钱啊！就这么片刻的功夫，他已经卖了5000两了。卖了这么多够了，天要黑了，得赶紧出城。此时在勾栏院等了许久，都没等到3弟的王崇德，正来回踱步。公子，事情没办成，怎么回事？小弟也奇怪，以往花点钱教训人这种小事，他们都不会拒绝。今日不知怎地了，钱都收了，他们又退了回来。去查是什么人敢跟本公子过不去。小弟也打听了，他们口风紧得很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另一个小厮匆匆赶来，语气十分焦急：二公子，不好了，3公子不见了。来的是王崇文的小厮，他把今日发生的事情从头说到尾。老三没去李家，可人又不在此处，还能去呢？找，赶紧派人去找。王崇德带着人把平日里老三会去的地方都找一遍，都没找到人。一个小厮匆匆找来：二公子，林月已经出城了，就一个人，没什么异常。没有异常才是最大的异常。老三最后见的是他，他一定知道老三去哪了，派人去追，务必把人抓回来。小厮立即集结了一队人马，跟着追出城了。林月骑着马跑了2个时辰，才停下来了，点燃火堆，拿出那张单人床，摆在路边准备休息。终于可以睡个觉了。刚睡下，突然被疾驰的马蹄声惊醒。不会是冲我来的吧？睡了半日了，
怎么还不见人？那女人不会是迷路了，走错路了吧？应该不会，她都能算计3公子，哪会有那么蠢？你们看，前面有情况。马速慢慢降了下来，他们在林月刚才休息的位置停了下来，6个人围着他的火堆研究了起来。人应该刚走不久，看着周围的痕迹，应该就是了。一个臭娘们儿，让我等折腾到大半夜，等抓到她，我定要她好看。此时躲在空间里的林月不仅能看到他们，还能听到他们的对话。突然，空间里的光线忽闪了一下，糟了，能量不足了。女人突然从天而降，刚好落到一群杀手中间。可是她不仅不害怕，还很兴奋，只因她是从末世穿越而来的女特工，以一敌百对她而言不过是场热身。趁几个男人还在惊讶地看向她时，林月直接掏出小刀，不过3、5下就抹了几人的脖子。现在还剩下一个没有解决，男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自己的同伴都倒地了，随后惊恐地看向林月。不是说就是个洗衣脚丫鬟吗？她何时杀人如此厉害了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何人。你休想！男人打算给林月来一刀，可他的刀还没提起来，就被林月的匕首插入喉咙。这应该是王崇德派来的人，不能把他们曝尸在这，只要尸体不见了，地上的血迹任由他们找去。把尸体收进空间后，林月便重新骑马赶路。此时一直等消息，等到天亮的王崇德已经火冒3丈了，小厮才匆匆跑回来。2公子派去的人都没回来，都不见了。小的还亲自去找过了，路上有打斗的痕迹，也有血迹，但就是生不见人，洗不见尸。她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做得到？一定有人给她帮忙，去好好查查到底是何人同王家作对，再派点厉害的人直接杀了。3公子那边还是没有踪迹，此事肯定跟李家脱不了干系，我去找大哥和父亲商量，那个女人也不能放过。此时，一辆不起眼的马车缓缓行驶在林月走过的路上。主子，你下次切莫再动气了。你要是有个好歹，那属下可怎么办？马车外一个黑影闪过，驾车的烛光手中就多了一支箭，箭上绑着一张纸条。主子有消息，主子你猜得不错，这次的事情跟景王脱不了干系，景王的人就在后面，这一路怕是不太平了。风纪言本是远离朝堂的世子，皇上为制衡太子与景王，把他留在云京城中，于是他就遭到景王的暗害。无妨，这里离云京太近了，他们不会动手的。林月连着赶了2日的路，看王家人都没追来，他就在一家开在路边的客栈住下了。赶了2日的路，都是荒山野岭的，空间又不能久待，真是给我累坏了。他刚躺下准备睡觉时，门外有人拿着一个根竹筒从纸糊的门上捅进来。是迷烟，王崇德的人这么快就追来了。来人推门进来，直接抓他用来掩人耳目的包袱就翻了起来，摸到包袱里空空如也。正在他诧异时，一根板凳已经向他砸来了。竟敢偷姑奶奶的东西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此时突然进来3个壮汉，一个就是掌柜的。好啊，敢打伤我们的人，不把身上的银子都交出来，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大门。看来这是家黑店啊，每个进店的你们都抢吗？林月想着，这里离云京城那么近，如果每个住店的人都抢，不应该能开到现在。当然不是，抢就抢你这种一个赶路的小姑娘，把钱交出来，否则卖了你。好啊，你过来。掌柜的也很听话的走过来，就等着他掏钱来着。林月直接一巴掌把掌柜打得头晕眼花。找死，臭！掌柜话还没说完，林月直接把人举起来，就狠狠往地上摔。另外2个看到林月一副吃人的样子，直接吓得连手里的兵器都掉了。林月利用空间闪过去，直接把人吓晕。此时王崇德的人也追到了客栈，正看到要离开客栈的林月，他在那里。一群人直接从马背上飞身而来了。怎么这么多人？他们有轻功，还会飞？林月迅速退回房间。他们冲到门口，突然冲在最前面的人毫无征兆的倒地不起，脑门上赫然一个血洞。这是何种暗器，竟有如此威力？太邪门了！兄弟们，跟我冲！抓到人，2公子都有赏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他们直接冲到房间里，只见站在房间里的林月手里拿了个什么黑色的暗器，指尖动了一下，身边的兄弟就醒了。既然都会武功，我就只能先下手为强了。正当林月放松警惕时，突然被人拍了一掌，直接将他打吐血了。是内力，没想到这次王崇德竟然找了这么厉害的高手来吓我。看到吐血的林月，护卫直接上前准备活捉，伸过来的手刚碰到林月，一股极强的电流直接从掌心传到大脑，随后直接抽搐倒地。用异能电洗他们，林月感觉自己要被吸干了，双腿一软就跪下了。等缓过来后，林月把人都收进空间里带走。他们身体里还有子弹，可不能叫人发现了。这客栈就是个贼窝，留着就是祸患，一把火烧了算了。就在他放完火准备离开时，客栈突然发生了爆炸，还好他及时闪进空间里。有爆炸声，什么情况？好像是前面的客栈着火了，小心前面有埋伏。此时林月因为刚才使用了太多异能，空间能量不足，刚进空间几分钟就被甩了出来，胸腔里的气血翻涌，让他没忍住吐出一大口血。是他。看到吐血的林月，风纪言莫名涌起一股担忧。你怎么受伤了？没有，我没事。怎么在这里遇见他？不会是来找我要回那墨条的吧？
不管，要也不给，反正已经给他2两银子了。还没等他多想，又是一口鲜血吐出来，随后就晕了过去。怎么又是他？主子，他吐血吐成这样，想来是活不成了，不如属下挖个坑将他埋了，正好可以拿回主子的墨条，那可是无价之宝。风纪言没理他，将人抱起来，转身走向马车，然后给林月把脉。主子怎么样？是不是活不成了？属下马上去挖坑。经脉受损，气息紊乱。风纪言瞪了追影一眼，随后给林月喂了颗丹药。第二天，林月睁眼醒来，看到旁边的风纪言，他赶忙摸了摸气血翻涌的胸腔。我居然好了。你昨晚受了内伤，现在感觉如何？又是你救了我，这也太巧了。昨日刚好路过，那客栈的地底下埋了黑火药，不过你很幸运。那黑店未免太歹毒了吧？还好我命大，不然就该吃席了。林月假装往怀里摸了摸，实际是在空间里翻箱倒柜着找东西报恩。给银子？不行，这银子还要用来买墨条。风纪言看他神游的神色，还以为他是什么东西落下了，结果就见他从怀里摸出来3个包子。风公子的救命之恩，今日先以此物小报，等他日我再重报，告辞。他说完都不敢看风纪言一眼，就赶紧溜了。不是，主子，他这……风纪言直接把1个包子塞他嘴里。吃吧，这个给烛光。追影走出去，把包子塞给赶马车的烛光，狠狠地吐槽：“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女子，哪有报恩就给个包子的？”烛光不语，只是一味的赶马。马车里的风纪言看着手里的包子，没忍住勾起了嘴角。林月骑着马跑得飞快，很快就到了下一个城池，随后找了间客栈住下，休息好了之后，又找了个宽敞的地方去摆摊卖空间里2元店的东西，准备多买点墨条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啊！域外奇珍异宝，不要99，不要88，只要77。稀奇古怪的玩意总是能吸引人，好多人都围了上来。有人一眼就看中他手里的塑料瓶了。你这个是什么？有什么作用？这个叫素，这个叫水囊。远游的时候把水装在里面，很方便的。关键是这是 PET 材质的，很安全。 P 什么？顾客们一头雾水，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就是一种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我只卖今日，日后你们想买都买不到了。我要99两，对不对？我要2个。好嘞。林月还专门用一个塑料袋给它装起来。看着薄如蝉翼的塑料袋，男子的眼睛都亮了。这又是何物？这个叫塑料袋，吃的喝的用的都能装，而且不易损坏，日后可以当做传家宝传下去。林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然后他们连塑料袋都抢着买，一个塑料袋就卖了50两。他的摊子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风纪言的马车刚好路过，从人群的缝隙中一眼就看到忙得满头大汗的林月。主子是那个女人。马车停了，追影跳下去，挤进人群，看了他摊位上的东西。在林月发现他之前，他又回到了马车上。主子，原来近日云京城里出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他卖的，也不知道是哪来的。主子，你在看什么？主子可是对那些物件也生好奇，要不属下去买2个过来。走吧。林月一门心思都在忙着卖东西，倒还真是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马车。卖了东西，他又把今日卖来的银子全数拿去买了墨条。回到客栈，把买来的墨条都吸了个干净。这样下去，离长出能量可就更远了。能量充足，能在空间里待的时间也长了。努力挣钱买墨条吧。此时，客栈外面来了一群杀气腾腾的黑衣人，目露凶光地盯着客栈。确定人就在客栈？确定了，人就在客栈里面，可以动手。此地离云京城已经够远了，今夜子时动手。林月睡到半夜，就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了。这王家真是没完没了了，都追到这里来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离开。上次被打了一掌，我可还记忆犹新呢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房间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伙计呵斥的声音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黑衣人没回答，直接一刀飞过来。今夜客栈里的人一个不留。随后一大批黑衣人涌入客栈，见人就打。在房间里的烛光冲出来，跟黑衣人瞎在一起。追影带着风纪言离开，林月贴着墙边溜出房间。他才刚走出来，就被黑衣人发现了。黑衣人挥刀向他砍来，突然一把大刀出现在眼前，挡住了黑衣人的刀。主子，你们先走。追影挡住了黑衣人，风纪言把林月给拉走了。好人啊！走下楼梯，林月才看到客栈里有好多杀手。我去，王家居然派这么多杀手来赶我，你的人行不行啊？没事，我们先走。风纪言带着他往后院去。此时，风纪言埋伏在暗处的人已经来了，2波黑衣人在客栈厮杀了起来。才到后院，杀手就找到了他们俩的位置，二话不说就朝他们俩砍来了。你躲开！林月直接徒手夺刀，3招就将对方反瞎了。就一个人，我还是可以对付的。看到林月杀人果断的手法，风纪言倒是有些诧异，没想到他身手了得。别看了，赶紧走！林月一把抓住他的手就往前跑，找到他的马后立即翻身上马。快上马，坐我后面。风纪言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上了马。
城门现在关着，他们就是骑着马也出不去，只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他盯着我做什么？不会还在打让我以身相许的主意吧？那不行，我可不想当寡妇。回乡下直接养老不香吗？你看起来很虚弱，你到底得了什么病？陈年旧疾，不碍事的。果然，医者难自医，年纪轻轻就得了病，也怪惨的。等了许久，追影和烛光才赶着马车找到他们。主子，我们先离开此处。你快走吧，等下那些瞎手再追来就不好了。你也早些离开此地，不安全。风纪言离开后，林月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为了接下来的路程过顺利，林月利用空间里的化妆品，把自己乔装打扮一下。我就不信，打扮成这样了，王家的人还能认出我来。第二天城门一开，林月准备出城时，就看到有官差在仔细盘查。当官就是好，有权有势，竟然不惜收买官府的人，在路上通缉我。可轮到盘查他的时候，他偷摸瞅到官兵手里拿着的画像里面不是他，而是风纪言身边那个护卫。有没有见过画中的此人？此人是做了什么？杀人还是放火？没见过就走开。只要不是抓我就好，管他们抓什么人。景王的人在城里搜罗了一夜，却不知风纪言他们拿着手令，半夜就出门了。风纪言好歹是世子，不能明目张胆的找他，所以就只能找他的护卫。此时风纪言的师兄苏听雪来到世子府里找风纪言，并为他寻来了一些药材，却得知风纪言自己去异国求药。你说什么？师弟要自己去求药，他想洗吗？就他那身体。对，苏公子来得不巧，世子殿下几日前已经出发了。不过殿下有交代，让老奴跟苏公子转达一声，殿下他会快去快回。那我去找他，我好不容易给他找回来的药，他必须用上啊。苏公子，可殿下说此行凶险，苏公子不如还是回名古，静候殿下佳音吧。真是翅膀硬了，知道危险还敢一个人去，我得赶紧去追上他。苏听雪一边骂骂咧咧，大不留心走了出去。小厮皱起眉头，有点担心的小声嘀咕：苏公子脾气如此暴躁，不会追到殿下后真将殿下给打死吧？那可是要诛九族的啊！你懂什么？苏公子就是说话声音大些，那是因为关心殿下。下次你再敢胡说八道，定要将你发卖了去。小的知道错了，小的也是因为关心世子殿下。苏听雪骑着马赶路，连名古都没回，直接追着风纪言去了。林月自从乔装打扮后，一路上顺风顺水，只要路过城池，他就去摆摊卖东西，赚了钱就去买木条给空间里补充能量，不知不觉就到了陆隐上的户籍地。终于到宝县了，也不知道原主的家人都怎么样了。可能是因为原主的记忆使然，让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去看看。就在他买完物资准备回去时，一个头发花白的乞丐抓着他的裤脚，咿呜呜的也不知道说了什么。他随手给了他1角碎银子，然后就随着原主的记忆奔向回家的路。到了之后，林月本该挂在脸上的笑容慢慢僵住了。那个记忆里充满温馨的院子，竟不知何时破败不堪，似乎已经很久没人住了。此时有人听说村里来了个骑马的姑娘，赶忙跑来看热闹。有位眼尖的妇人认出了她。你好像是林家的月丫头，是不是你？林月早已不记得此人了。哎呦，是月丫头回来了！你不是跟一个大户人家的夫人去什么城里过日子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是我现在回来了。我爹娘、爷奶、二叔他们怎么都不见了？是搬走了吗？哎，月丫头，你不该回来的。到底怎么了？林月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但老人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。就这一会儿时间，已经来了很多人了。大伙知道他是林月后，都摇头叹息，好似都是不愿意回忆起什么痛苦的事情那般。林月还真回来了，这小丫头自小模样就生得俊俏，如今长大了，比以前更好看了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林月多年未归，家中到底发生了何事？还请大家告知。月丫头，你真的就不该回来的。你爷、爹娘、弟弟、二叔、二婶都喜了，人孩子刚回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怎么就不能说了？这是十里八乡都知道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说，他是林家的人，迟早都要知道的。婶子若是知道什么，还请知无不言。林月先谢过婶子。随后那婶子把什么都告诉他了。他离开林家后，父母用老夫人留下的银子开了家灯笼铺，生意兴隆。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得罪了葛老爷，父子遭人纵虎，全家仅剩上山砍竹子的二叔和回老家喂猪的阿奶和妹妹幸免。事后二叔去找葛老爷报仇，被活活打死，妹妹也被葛家带走，说是带去当丫鬟。阿奶日日去要人，日日被打，后来就不知所踪了。月丫头，既然回来就留下来吧，好歹给林家留个根。村长爷爷，我就是回来的，还要劳烦村长爷爷跑一趟，帮我把户籍落回来。好，我明日一早就去。林月看着林家的院子，眉头不忍皱起。村长爷爷，户籍的事情你慢慢办，不急，我有些事情要办，要务2日之后回来了，你再给我就行。既然借用了原主的身体重生，那就再为他做一些事情吧。林月没再多留，跟村子里人道了谢，就牵着马往村外走。在出村的小路上，忽地出现一个人影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你是何人？月妹妹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是我。不认识。月妹妹，你好好想想，是我是王大勇，你忘了你小时候在我后面追着我叫大勇哥哥了？大勇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经常找人欺负我妹妹的王大勇吧？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月妹妹，你这次回来是不是不走了？见林月没接话，他又说：“你是回家嫁人的吧？我看很多大户人家的丫鬟都是到了一定的年纪，主家就会放她回家嫁人。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也算是青梅竹马。你看看我如何？你想娶我？对，年前我才在山上打了一头大肥野猪，只要你嫁给我，我保你日日都有肉吃。刚回来，对宝县很多事情都不了解，特别是林家之前的事情。此人如此殷勤，说不定就知道点什么。嫁给你也不是不行。月妹妹，你是认真的？只是我家遭逢了诸多变故，我妹妹还在吃苦受累，不将她接回家，我也无颜面对家人，更无心嫁人。你说林柔吧，我知道她在哪，我带你去找她。只是天黑了，现在也进不了城。你家房子已经住不得人了，不如你去我家将就一晚，等明月一早我就带你去找林柔妹妹。只要她跟着我回家，有人看见了，那她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媳妇了。嘿嘿，不用了，我有地方住，明日一早我在宝县等你，你可一定要来。月妹妹，大晚上的也不安全，你就在我家对付一宿好了。他这点小心思，林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王大勇还想劝他，但是林月已经牵着马朝前走了。算了，等明日再想想办法。没走多远，一个婶子就匆匆追来，好心提醒林月：丫头，那王大勇的话不可信。当初你家的事情，我感觉跟他脱不了干系，你可千万别信他。林月本想多问一句的，但是婶子跑得飞快，我就知道这么多了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也是，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，别人都该避之不及，谁又想多管闲事？王大勇吗？明日再收拾他也不晚。林月离开了村子后，直接去了城门口等，找了个角落将就一夜。这一晚，他睡得并不踏实，梦里总会闪过一个蓬头垢面、看不清面貌的人，但是又有一种熟悉感，很像白日里遇见的那个乞丐。第二天，他早早就醒来了，等城门一开就进去，找人打听了下葛老爷家的位置。去葛老爷家的路上，他一直搜寻着昨日碰到的那个乞丐。走着走着，王大勇竟然找到他了。月妹妹，你怎么不在城门口等我，让我一顿好找？大勇哥来了，我打听到了葛家的位置，就想先过去问问。葛老爷在宝县财大势大，你一个姑娘家去了，不仅见不到人，说不定还会被欺负的。哦，那大勇哥有什么好的法子？我去葛府送过去几次猎物，还算是能说上几句话。等到了你在门口等我，我先去帮你问问。行啊，那就麻烦大勇哥了。到葛府门口后，王大勇不知道去跟小厮说了什么，他跑回来的时候脸色就有些难看。月妹妹，我帮你问过了，他们说了，想赎人就要300两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就这么个小县城，给一个小丫鬟赎身就要300两，跟大街上直接抢银子有什么区别？月妹妹，我家还有一点积蓄，可以帮你凑一凑，但是他的意思也很简单明了，那就是要林月先嫁给他。我再去问问看。月妹妹，还是我帮你再问问，看看能不能再少一些。是救我妹妹，我还是想亲自问一问。见拦不住，王大勇就只能跟在他身后，然后悄悄给了门口的小厮使眼神。等林月一问，那小厮不耐烦地说：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赎人要300两，少一个子，这人都带不走。哦，我有银子，现在就赎人。小厮先看了王大勇一眼，得到他的眼神示意，然后又找了个借口：我家老爷现在不在府中，想要赎人，明早再来。一个丫鬟还要让你家老爷亲自出面吗？这就是我家老爷的规矩，葛府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识相的，我劝你赶紧走。月妹妹，葛老爷是我们得罪不起的，我们明日再来吧。林月走了，不是因为王大勇的话，而是他觉得事情有蹊跷，他打算夜探葛府，只要人还在葛府，想带出来应该也不会太难。月妹妹，你吃饭了吗？前面有家酒楼的饭菜味道不错，我带你去尝尝吧。这时，昨日遇见过的那个乞丐忽然从侧面跑出来，用拳头朝着王大勇砸去，嘴里还咿呜的说着什么，像是在骂王大勇。王大勇想都没想，直接就给了那乞丐一脚。臭要饭的，滚开！乞丐被踢痛了，拔腿就朝前跑。别走！林月追着那乞丐而去，王大勇也跟着。月妹妹，就一个傻子，你别追了，不如我们先回水湾村，明日了再来，我肯定想办法帮你把林柔妹妹赎回来。大勇哥，我看你跟葛老爷都能搭上关系，想来你也一定知道我阿奶现在在哪里吧？虽然村里人都说阿奶死了，但是他有种很强烈的直觉，阿奶一定还在人世。王大勇的眼神突然有些躲闪，但是他却说：我前些日子好像见过你奶，就是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，不如我带你过去看看。随后林月跟着田大勇七拐八拐走进一个很久都没人住的偏僻院子。我上次就是在这里见过你奶的。说完，然后笑得不怀好意地问道：月妹妹，你热不热？确实挺热的。那我们做点凉快的事情吧。你确定吗？听到林月这样回答，以为他同意了，王大勇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月妹妹应该懂的吧？懂，当然懂。说完，林月放在后背的手已经探进空间，准备拿刀了。突然，他感觉到房顶上有人，而且还是高手的那种。果然，下一刻，那房顶突然落下来一个人，没几下就把王大勇打趴下。
不止王大勇自己被打懵逼了，就是林月也懵了。大胆恶贼，光天化日之下胆敢欺骗良家妇女，该死！你谁呀？这是我媳妇，要你多管闲事。你说你是他媳妇吗？今日有我在，你尽管实话实说。不是，月妹妹，你不是答应了要嫁给我吗？苏听雪走过去，又给了他一拳，直接把王大勇给提起来了。此人就是个畜生，在下替姑娘将他送到县衙去。这位大侠请留步，我与此人还有些恩怨要解决。今日多亏大侠出手相助，小女子在此谢过。大侠可否将此人交给我来处置？苏听雪听完后，直接一个用力就把王大勇的胳膊腿给卸了。现在他就可以任由姑娘处置了。我还有要事，姑娘之后直接叫官府的人来将他带走便是。说完，苏听雪就走了。他一路追过来，打听到师弟已经到东国了。早上赶路时，就看到王大勇调戏一个卖豆腐的女子。他路见不平，本是要来教训下王大勇的。又看到他跟林月在一起，便就猜到了此人不怀好意，便一路跟着。月妹妹，你救我，快帮我请大夫，快！林月反手就给他一巴掌。我奶在哪？林柔又在哪？月妹妹，你在说什么？快帮我请大夫！林月从腰间缓缓抽出一把匕首。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不说的话，那就下去跟我的家人赎罪。我知道。我说你妹妹不在葛府，以阿南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我上次见她还是半年前。林柔去哪儿了？不想洗就说实话。他被葛老爷送给一个东国的胡商了，那胡商有钱有势，你想把人带回来根本就不可能的。不过我可以帮你，但是你得先帮我叫大夫。你就在这里自生自灭吧。林月回城中的路上感觉到有人跟踪他，但是回头去看又不见人。不会是王家的人，不远千里从云京追到这里来，都要瞎我吧？林月没再管，他去买了一些熟食和种子，等到天黑就去了葛府。他在房顶观察了一下没异常，就直接翻了下去，很容易就找到了葛老爷的书房。此时葛老爷正跟一个丫鬟搂搂抱抱，林月利用空间瞬移进去，一把匕首直接放在了葛老爷的脖子上。旁边的丫鬟正大叫，直接被林月拍晕。你是什么人？跟葛老爷打听个人，水湾村林家的林柔现在在何处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何人。你确定？我知道。葛老爷要是再不老实些，等下后果我怕你承担不起。那丫头本来是我买回来的，但是被张成看上带走了，说是带回去养大了，给自己做妾。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，这老东西还记得，一定是有什么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。有人告诉我，林家的人和铺子被大火烧了，是葛老爷你所为。这笔账我要跟葛老爷怎么算才好？胡说八道，是谁要害我？你听谁说的？老夫定要跟他对峙。是王大勇说的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，就敢攀咬老子？明明是他跟张成狼狈为奸，张成看上了那林李氏，想抢回去做妾才出的馊主意。我不过就是看林家那小丫头可怜，就将人带回来，张成又看上了，就把人带走了。这都多少年前的事，你该找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张成和那王大勇。这林李氏不就是原主的娘吗？没想到这中间还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我都告诉你了，你这个刀囊。告诉我张成在何处？你要找他可能会有些难，他是东国人，以前每3个月过来一次，近2年他都很少来。你想找他的话，除非自己去东国，我也帮不了你。那这倒是有些不好办了，想出关的话就要拿到官府的符节，除非是做生意的人或者有特殊情况要出关的人才能办。葛老爷也是生意人，定然有符节，我跟葛老爷借用一下就行。啊，大侠，这个不行啊，要是被官府的人发现了，会被当作细索下头。随你，不借的话，我现在就要瞎了你的头。符节可以借给你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别被官府的人给发现了。随后他哆哆嗦嗦的在书柜上翻找，拿出一叠符节，他想从里面挑一个适合林月的，林月直接把整叠都拿走了。不行！葛老爷伸手就要来抢，直接被林月一刀抹了脖子，随后把书房里值钱的东西都收空间里。他还没出去，突然有人推门进来，林月立即闪进空间里。老爷，你让小的办的事情。管家的话都没说完，就看到葛老爷倒在血泊里。来人啊，抓刺客！为避免惊动了官府的人，林月迅速离开。结果刚出葛府大门，就跟巡逻的官差打了个照面，他扭头就跑。官差刚好听到院子里喊抓刺客的声音，看到黑衣人打扮的林月，立马就反应过来了，去追人。他跑进了巷子里，突然被白天遇到的那个老乞丐拉到角落里，跟我来。林月也莫名其妙的就信任了他，跟着他离开了这里。经过了18弯的羊肠小巷子，甩开了后面追来的官差，来到了一个很破旧的院子里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帮我？月丫头，我听到老人的声音，再仔细看看他的脸，林月这才认出此人就是原主的阿奶。阿奶，你是阿奶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啊？月丫头，我没脸见你，对不起你爹娘。我若是没有回家，我若是保护好柔丫头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阿奶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林家的仇我会去报，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可我……方是觉得自己没脸面对家里的人，他也没想到林月回来了。第一次见到的时候，他就认出来了，但是不敢相认，只敢悄悄跟着他，知道他去了葛府，担心他有什么危险才去的。阿奶跟我回家吧，我昨日回水湾村了，好多年都没吃阿奶做的野菜饼了。
丫头，这些年你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吧？是阿奶对不起你，阿奶就不该同意你离开的。孙女没吃苦，还长了很多肉，老夫人待孙女极好。这不，觉得孙女太久没回家了，就让孙女回来跟阿奶团聚了。阿奶，我带你回客栈住一晚，明日我们再回水湾村。这个破屋，方氏已经住了很多年了。她每日都去打听张成的消息，想把柔丫头给找回来。随后，林月把方氏带回了客栈，给她换洗了一身干净的衣服。月丫头，这些年不见，你的变化也太大了。阿奶都险些没敢认那是你。阿奶现在相信了吧？这些年孙女都没吃苦，老夫人不仅教我学字，还让人教了我自保的本事。有我在，我定能把妹妹给找回来。柔丫头她是阿奶没用，才让她吃那么多苦，有家不能回。阿奶，你别自责了，错不在你。对了，那王大勇就不是个东西，我们家变成这样，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我也报过官府，没有证据，就拿他没有办法。昨日我瞧他跟着你，他就是想骗你。阿奶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以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时辰不早了，我们睡觉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等方氏睁眼醒来，就看到林月已经准备好了饭菜。阿奶饿了吧？吃完饭我们就回水湾村。好，回水湾村。其实林月一早就去准备东西了，买了一些家里日常用品。这时方氏赶忙把自己这些年乞讨来的银子都拿出来。丫头，奶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这些钱也看不住了，还是给你收着吧。好，那我就替阿奶收着。祖孙俩吃了早饭就回去了。快要到水湾村时，方氏竟有些怯步了。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回来过了。阿奶，走吧，一切有我在。两道身影出现在回村的小路上，还牵了一匹大马。那些本该在地里忙着收粮食的人，他们都跑回来看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林大婶吗？还真是你回来了，好多年都没见你了。还真是林大婶，还是月丫头有本事，都把你阿奶给找回来了。林方氏，你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月丫头，你这户籍都给你办好了，就等你回来了。方氏本来就是村子里的人，虽然这些年他不曾回来，但是这户籍依然在的。多谢大伙惦记。随后大家都自觉地去林家院子帮忙修缮房屋，人多力量大，不过半天就修缮的差不多了。各位大叔大婶，今日耽误了大伙不少的时间，我跟阿奶都很感谢大家能来帮忙，否则我们今晚连住的地方都没了。对，是要多谢大伙搭把手。哎呀，林大婶、月丫头，大家都一个村的，就别说这些见外的话了。大家把地里的庄稼都放下了，来给我们帮忙，我们也没什么好感谢大家的。今日就当是我请大家来的，给大家结算工钱，一人20文，大家可千万别嫌弃少。他们一听要给钱，都纷纷摆手。你这丫头，怎么还跟我如此见外？不过就是几把力气的事情，钱你快放回去的。大伙就听月丫头的，都收下吧，就怕日后我们祖孙俩吃不起饭了，还要靠大伙接济。既然如此，那大伙就都收下吧。大家领了工钱，都先回家了。月丫头，饿不饿？奶去给你做点吃的。阿奶，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。好，那奶就给你做。祖孙二人分工明确，方氏去做饭，林月就把堆在屋里的东西都收拾好。不一会，饭菜就做好了。阿奶做的红烧肉就是好吃，好吃就多吃些，日后你想吃了，奶就给你做。阿奶你也多吃点，老夫人给我的钱足够我们衣食无忧一辈子了，可以天天吃红烧肉，不用等日后。傻丫头，你的钱是老夫人留给你的嫁妆，你可千万自己收好了，日后才能寻个好人家。阿奶，我们不说这个。阿奶，我要去把妹妹给带回来，此去路途远，你在家里要照顾好自己。月丫头，出关之事不易，我们普通人更是难上加难，而且很危险。这些年我始终都没有法子，也不知道柔丫头如何了。被那个老爷强买走的时候也才7岁，如今正是及笄的时候，我一个老婆子当真是没用，连孙女都照顾不好。阿奶放心，我早有应对之法。林月把从葛老爷那里拿来的入关符节拿出来，方氏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这是符节，是月丫头你在葛老爷那里拿来的。葛老爷跟官府有关系，若是发现了，阿奶不用担心，姓葛的已经嘎了。是月丫头你做的。方氏只知道他去了葛府，没曾想林月已经把人给嘎了。他本就该喜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的奸商，只是以后这种危险的事情让奶来做。阿奶，我或许明日就走，我不在的日子，你自己一个人在家要照顾好自己，若是需要帮忙，就去隔壁找孙婶。好，我这把老骨头去了也是拖累你，不过你一定要小心，阿奶做好红烧肉等你回来。第二天，林月一大早就离开了村里，跑了2日才到前往东国的关口。林月打听到张成就在东国的文州城后，便直接赶往文州城，前往张成经常出入的花楼。此时风纪言他们也来到东国求药。主子，你这2日的情况越发的严重了，若是再见不到那神医，今晚鬼市开门，只要能见到那神医，解药之事就不远了。主子，有苏公子的消息。师兄，他怎么来了？看到信里的内容，风纪言难得有了些笑容。
这苏公子也太不靠谱了，主子你马上都要去见阎王了，苏公子居然还忙着去抓什么拐妇如孩子的拐子。客官，您要的包子来了。主子你快吃点嘛，这东国人的饭是属实难吃，也就这肉包子勉强一些。风纪言拿起肉包时，脑海里突然闪过林月的影子，也不知那个姑娘如何了。此时林月已经花钱买通了花楼里的老鸨，也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。今晚那张公子就会过来，只是你要见那张公子做什么？我之前在街上见过张公子一次，便对他一见倾心，铁了心非他不嫁的，麻烦妈妈帮我想想办法。这样啊，我确实有个法子，姑娘可愿意一试？自然。随后老鸨迅速给林月换了一身大昭国破破烂烂的衣裳，还把脸蛋涂得脏兮兮的，然后将她送入张成的房间。张公子，今儿这些都是新来的，张公子若是有满意的，可以直接带回去。林月看到站在旁边几个哭红了眼睛的女子，她突然意识到她们都是被抓来的良家妇女，于是她也故意挤出了点眼泪，看起来楚楚可怜的。这次的货不错，晚些把他们都送到我府上去。好的，公子。你们这些畜生，竟行此等猪狗不如之事，拐卖妇女，丧尽天良！本公子今日就要你们狗命！这说话的声音怎么如此耳熟？林月还没来得及多想，一个白衣大侠从天而降，一刀就砍向那张成。张成的护卫拔刀跟他打在一起，张成趁机跑了。这人不就是那日多管闲事，差点把王大勇送官的人吗？林月见张成跑了，赶忙跑去追。张成回头看到林月，就跟暗中的护卫说：“把他抓起来带回去。”还有这好事，求之不得啊！林月装作惊恐的样子，就等护卫来抓他。那护卫上来，把他扛在肩上就跑。苏听雪把屋里的护卫制服后追出来，一个飞身直接拦住了扛着林月的护卫。不是大哥，你走开啊！眼看着张成从后门跑了，护卫把林月放在地上，就跟苏听雪打起来了。林月赶忙跑去追张成，追了好久才看到张成，他正准备上前去，苏听雪不知何时抓住他的胳膊，就往另外一条街道跑，身后还有护卫追着他们。跟我来！你松手，松手！林月挣扎了2次都没挣脱开。另外一条街上，风纪言的对面坐着一个穿着画满符箓的衣服的男子，就是他们千里迢迢过来要找的神医。你可知我的规矩？风纪言把一个装满黄金的匣子拿出来，先生点一点。神医把匣子收了下去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把手拿出来。神医装模作样的把了把脉，轻描淡写道：“你这毒在大昭国无解，但在我东国则是区区小症而已。还请先生赐药。”神医掏出一个药包递给他，风纪言接过药包，都未打开，光是闻了闻药包里散发出来的药味儿，他就知道这只是一味普通的药材，并不能解他身上的毒。风纪言直接扼住了神医的脖子。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药我都给你了。主子打听清楚了，此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医，就是个会点皮毛的神棍而已。说吧，是何人让你引我前来的？没人，我就是神医，我给你的药是能解你身上的毒的。主子，他不说，属下一刀砍了算了。看到烛光扬起手里的刀，神医赶忙改口：“我说，哎呦公子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真的没有人指使我，我根本都不认识你。”烛光再次举起刀要砍下来，他才老实交代，说他就是个神棍，这名声本就是花钱买的，专门就是为了骗外面不知情的人。看来打听消息的人里出内鬼了，这次将我骗出来，估计就是为了让我洗在外面。没有解药，那主子你的身体可怎么办？不如属下想办法混入东国皇室，把解药给主子偷出来。不可，此事一旦做了，我的身份在这里，到时候就不是个人恩怨，而是2个国家的事情了。先回客栈。此时苏听雪带着林月甩掉了张成的侍卫，但他身上中了一箭，林月倒是毫发无损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现在你安全了，你快回家吧。这位大侠，你2次坏我好事，我真是谢谢你啊！姑娘此言何意？大侠，你好好看，有没有觉得我很眼熟？苏听雪凑过来看了一眼后，缓缓摇头。他救人无数，见过的人太多了，自然没什么印象。你我不过第一次见，你怎么说我坏你好事2次？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已经到张成的家里了。那人就是个好色之徒，你还去他府上，你就是找喜。林月不想跟他理论，他得赶紧找到张成。他一走，苏听雪就追着他后面，然后还劝说他：“姑娘，你真的要去找那种男人吗？他之后肯定会抛弃你的，你信我，万不能往火坑里跳了。”这是我的事，大哥，你有时间操心我，不如操心下你自己。林月的目光转移到他身上插着的剑上，被他这么一提醒，苏听雪才反应过来，疼得嘶哈一声。等下，别走，姑娘，帮忙，我身上带的药用完了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请个大夫？林月着急去追人，没听见他的话，苏听雪就拽着他的袖子追了过去。跑着跑着，突然跑不动了，他的袖子被苏听雪拽得太紧。他本想拽掉苏听雪，结果不小心拔掉了他前胸的剑，他胸口的血瞬间喷了出来。你好歹毒！此时风纪言他们刚好路过，准备返回客栈，追影一眼就认出了苏听雪，是苏公子。追影看着林月手上拿着沾血的剑，
以为是林月伤的苏听雪。是你伤了苏公子，是你，是你们。风纪言没想到居然在此能遇见他。主子，苏公子现在急需止血，先把师兄带回客栈。主子，一定是这个女人伤了苏公子，属下这就瞎了她。追影刚抬起的刀还没落下，就被风纪言给拦住了。姑娘跟我师兄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绝对是误会，我刚才只是想救他，绝对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。就没见过你这样救人的。如果苏公子有个什么好歹，我定要让你偿命。如果不拔剑，怎么救人？风公子，我还有要事要办，正好你是大夫，你可以救他。等他醒了，你可以问他，绝对不是我伤的他。好，你走吧。主子，你就放他走了，万一他是骗你的怎么办？先回客栈，救师兄要紧。他们回了客栈，林月就继续去追张成的踪迹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他不仅追到了，还一个假摔就摔到张成的跟前了。林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，他就赌张成没记住他。张成一看是个美人，赶忙把他扶起来。姑娘，你没受伤吧？我的腿好像受伤了，不能走路了。来，我扶着你。看姑娘不是东国人，不知下榻何处，我送姑娘回去吧。我是今日才到文州的，还没找到住的地方，就同丫鬟走散了。公子一看就是好心人，公子能否帮我找一下我家丫鬟？林月那说着说着就要委屈的哭了的声音，勾得张成心里直痒痒。在下姓张，我家有大夫，就在前面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不如去我家坐坐吧。好，那就叨扰公子了。张府挺大的，走了好久才到了客房。张成叫来大夫给他看伤的时候，也安排人去帮他找他根本就不存在的丫鬟。大夫拿出药膏要帮他上药，这样能不能让张公子帮我擦？他还故意朝他眨了眨眼。张成立马就懂了，还把下人们都屏退了，只有贴身保护他安全的护卫没走。你也走？可是她一个娇滴滴的姑娘，能有什么危险？之前扶他回来的时候，张成趁机摸了摸林月的手，发现他手没有长期使用武器后留下的老茧，才如此放心。姑娘，我现在来帮你擦。他刚蹲下正准备上药，林月的刀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你是什么人？几年前你从大昭宝县葛老爷那里带回来的一个丫头在哪？你若是不想洗，我劝你还是老实些回答我的问题。你要是敢喊出声，我不介意立刻送你去见阎王。张成看他凶神恶煞的样子，马上老实说道：我这府中每年都要买好多丫鬟，你说的都是几年前的事情，我是真不记得了。那就把现在府上所有丫鬟全部都叫过来，我自己找。只要人还在张府，那就一定能找到。张成吩咐门口侍卫召集丫鬟，侍卫早习以为常，因为老爷总爱把所有丫鬟都叫来，挑选暖床的。很快，所有丫鬟被带了进来，林月挨个扫过去，目光停留在最后那个丫鬟的脸上。这个丫鬟脸上带着伤疤，虽然这脸毁了，林月仍一眼认出那是林柔。她的目光呆滞，似乎没认出林月。右边那3个留下，其余的都出去。她要带林柔走，但是不能留下隐患，所以不能让人知道她就是来找林柔的。把你房间周围守着的护卫都叫进来。这些人见过林月真容，都不能留。护卫都进来了。此时张成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正要暗示护卫动手，不料下一刻4个护卫直接将自打在血泊中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因为实在是太快了，他什么都没看到，他的人就都洗了。我是你祖宗。林月一刀就割破了他的脖子。只要找到了林柔，他就没想要放过这畜生。随后林月放了一把火，跟我走。林月拉着林柔的手就往外跑。看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，林柔这才认出是姐姐。府里的人都忙着救火，倒是没人注意她们姐妹俩的行踪。只是官府人来得很快，他们刚跑出去就跟官府的打了个照面。林月赶紧带着林柔就往前跑，汇入热闹街市里。但是官府的人还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他们只能一直跑。他在那。出来的追影和风纪言看到他们了，追影去帮忙引开官府的人，风纪言走到林月的前面，等在他们的必经之路。姑娘是我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林月问他的话，他没答。跟我来。然后3人离开了此处，随后去了风纪言他们的客栈。一进房间，林柔直接哭了起来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姐就是来带你回家的。林柔哭够了，红红的眼睛看着林月。姐，没想到真的是你来救我了，我好想你。你走的这些年，家里发生了很多事，爹娘他们都……家里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不怪你，也不怪阿奶。阿奶还在家里等我们，我是专门来接你回家的。想到自己的脸，回家怕吓到阿奶，吓到村里的人，一定很疼吧？不疼的。没事，我师弟是大夫，这点小伤疤难不倒他的。苏听雪那大嗓门，林柔有些被吓到了。还有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，我让你帮我请大夫，没让你拔我的剑，疼死我了。风纪言走过来看了林柔一眼，她的伤痕不算严重，你若是信得过我，我可以替她医治。林月还是怕吓到他了，转身询问他：阿柔可以吗？可以。随后风纪言仔细地帮林柔检查脸上的伤痕情况。这伤痕虽然陈旧，也不是全然没法子，只是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，若是意志不坚，可能熬不过去。阿柔会很痛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的。这时追影回来了。主子，人都被我引走了，
东国的官差太蠢了。所以你们刚才是专门来接应我们的？当然是，本公子怕你被那姓张的拆骨入腹，这才叫了我医术高超的师弟去救你的。那这位大侠，我还得谢谢你了。谢就不必了，本公子就是路见不平，举手之劳，无足挂齿。时辰不早了，外面还有官差在抓人，二位姑娘今夜不如就在客栈住下吧。那就多谢风公子了。追影带着他们去另一间客房休息。阿柔，现在没人了，你可以告诉姐姐，这些年你经历了什么？你这伤又是怎么弄的？姐给你报仇。林柔将他拉到床边坐下，娓娓道来这些年的事。原来他脸上的伤势自毁容貌所致，府中的丫鬟被选中者就要给张成侍寝。为了逃脱这样的命运，他便狠心划破了自己的脸，又幸得一老嬷嬷照顾，此后一直在后院做些杂活，还得以保全自身。你受苦了，明日姐姐带你回家。我不苦，倒是姐姐，这些年你去云京城，应该也受了不少的苦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都不提了，我们一起好好的过以后的日子。累了一天了，我们现在先睡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林月是被苏听雪的大嗓门给吵醒的。你说什么？那神医是假的？苏听雪现在才想起来问他找神医求药的事情。我去剁了他。师兄没事的，这毒既然出自东国，就必然有解药。以我的医术，一定可以配出解药。早知道我就该好好跟着师傅学医的。他又在床上到处扒拉，把自己带来的药给拿出来了。这些药可以缓解你的毒，师弟你先拿着用。这房子隔音不好，苏听雪那大嗓门，林月和林柔都听到了。姐，那风公子不是大夫吗？他怎么解不了自己的毒？可能是那毒太厉害了。他们还没出来，风纪言先来找他了。林姑娘，你妹妹这伤想治好，并非一日之功。我眼下在东国有事，还需要耽误几日。之后我回到宝县，我在登门为你妹妹诊治可好？好，那我先谢过风公子了。现在城里的官兵应该还在找我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随后林月带着林柔回到之前自己放马的客栈。昨夜太黑，那些官差并没有看清他们的容貌，所以二人很快顺利骑马离开。一路上，姐妹二人有说有笑的。姐，多年不见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？竟然能把张成的那些护卫打得落花流水。林柔都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，太快了。都是老夫人教我的，日后阿柔想学了，姐姐也可以教一些自保的招式。好，阿柔学会了，也可以保护姐姐，保护阿奶。虽然姐妹二人一直不停赶路，但回到水湾村时，天早就黑了。终于到家了。二人从马背上下来的时候，院子门突然就开了。是月丫头回来了吗？从林月离开的时候起，天黑之后，方氏就坐在院子等。阿奶，方氏看到是两个人的时候，有些不敢相信。你是柔丫头？是我，阿奶，是姐姐将我接回来了。阿奶，阿柔，我们先进屋再说。油灯亮起的时候，看到林柔脸上的伤痕，方氏差点背过去。天哪，柔丫头，你的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方氏的手突然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。都是我没用，都是我没用。林月和林柔都没想到方氏会如此自责，根本都来不及阻止。阿奶，我这伤是自己弄的，而且姐姐已经给我找了个很厉害的大夫，我这伤是可以治好的。你们别骗我了，都是我没用。我若是能阻止那姓葛的，就不会发生后面这么多事。阿奶，阿柔回来了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。我能把阿柔带回来，那就一定能找大夫治好她。阿奶，你信我。方氏听到这话才冷静下来。那月丫头，你受伤了没？没有，孙女厉害着呢。你们都饿坏了吧？我去给你们做饭，做红烧肉。阿奶，我们不饿，时辰不早了，先睡觉。躺在床上的这一刻，他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。第二日等林月醒来时，已经日上三竿了。方氏给他们做好饭，就去地里忙活了。姐，你醒了，我们先吃饭吧。阿奶去地里干活了。好。林月在家休息了几日后，便拿着水桶去河边准备挑水。一到河边，林月就傻眼了，河里只剩一点浑浊的水，依然还有很多人在排队。月丫头，你来打水了。这河里的水不多了，都是带着泥的。婶儿这桶里才刚打的，先分你点吧。孙婶，这河里的水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我记得前些年就是再干，也没有干成这样的，而且现在才刚刚入夏，就如此闷热。也不是，去年虽然也干，但是河里的水都没干过，不知今年咋回事。我家水还有一些，婶儿给你分一些吧。不用了，孙婶，我家还有水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还好之前在云京城的时候往空间引了一些水，不过要是这个夏天河里都没水的话，那就是空间里的这些水也不够喝啊。随后林月直接去地里找方氏。阿奶，河里没水了，我听他们说隔壁村有水，我去看看。你忙完了先回家。等林月去到隔壁村的河边时，发现河里的水都不多了，光是他们自己村里人都把水给围住了，哪里还有他们外村人的份？林月只能挑着空桶回家了。到村口时，远远的看见一辆马车朝他家的方向驶去。这不是风纪言的马车吗？应该是来给阿柔治脸的。林月赶忙跑回家去。风公子，你来了。这几日有事情要在宝县待上几日，顺便过来给林二姑娘治一下脸。多谢风公子了，请进。阿柔，我回来了，
大夫也来了，那就麻烦风公子了。姐，我先去洗把脸就来。风公子，你先喝点水。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？我让人一路打听过来的，还好找到了。刚从地里回来的方氏看到风纪言，然后拉着林月去了门口。月丫头，这人真是大夫，我在宝县待这么多年也没见过，可别是什么歹人。阿奶放心，风公子不是宝县人，只是有事情刚好路过宝县，我与他见过几次了，他还救过我，不是歹人。那就好，那阿奶先去做饭。好。等林柔洗好脸，直接去了林月的房间。风纪言把药箱打开，在准备自己要用的东西。回头时，林柔正害怕的紧紧地握着林月的手。林姑娘，不用担心，有麻沸散，之后恢复会疼一些，只要熬过去就好了。我可以的。林月给林柔喂了麻沸散，等她睡去，风纪言用小刀将皮肤割开。林月倒是不害怕，她是怕本身就中毒的风纪言撑不住。1个时辰过去后，风纪言才把伤口处理好，包扎起来。林姑娘，我还有别的事情。林二姑娘醒来后伤口会很疼，我留了药，记得吃。过几日我会再来看看她的情况，然后给她换药。这就要走了，我阿奶做好了饭菜，还说叫你一起吃的。下次吧，今日确实还有旁的事情。今日辛苦风公子了，这个是枕巾。今日之事不过举手之劳，也是之前就答应林姑娘的，枕巾就免了，就当交个朋友。算了，他看着也不缺钱，就当欠他个人情了。风公子几次大恩，林月铭记于心。日后风公子但凡有需要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我送风公子吧。林二姑娘现在离不了人，林姑娘还是先照顾她。不过几步路，我走走就到了。林月就送她到门口，看着风纪言走着走着又咳嗽一下，不忍感慨，还这么年轻，可惜了，也不知道我的能量果能不能解他的毒。主子你怎么样？还撑得住吗？没事，没事，我们去山上看看，这山上或许有我要用的药材。他们之前在文州多待了几日，终于找到解药方子，但还缺了一味药，各大药铺都没有，只能自己上山采。若按照东国人所说，这片山或许会有。月丫头，隔壁村也没水吗？没有。怎么会这么倒霉？我是回乡下来养老的，不是回来吃苦受罪的。没事，等过2日下了雨，河里就有水喝了。我们先吃饭吧。林柔一觉睡到第2日早上才醒来。阿柔，你醒了，这是风公子留下的药，把它喝了。柔丫头，是不是很疼？阿奶，我不疼。你快别说话了，是不是饿坏了？奶刚煮好的肉粥，奶去给你端来。林月在家守了林柔2日，由于没水了，她心里很不踏实，只能去宝县看看了。若是有水，能花钱买一些是最好的。阿奶，我有点事情要去宝县一趟。方氏感觉到林月自从隔壁村回来之后，心绪就有点惆怅。那你早些回来，阿奶做好饭等你。这次林月是直接骑马去的宝县，在路上他就看到有人打了水从宝县出来，他从马上下来，走过去询问：大哥，你这水是？村里没水了，我这是从城里那湖里打的，抬了1个时辰才打到这些。说着，男子就有些开始抱怨了。据说都是因为今年的旗鼓里，那无德的太子对老天爷不敬，老天爷这是故意惩罚我们，今年都不会下雨了。这云京的事情怎么都传到这穷乡僻壤了？还是太子的事情？估计是太子在祭祀上失态，有人故意借此大做文章，以讹传讹，故意危言耸听。那大哥，你说的今年都不会下雨，又是从何处听得的？天桥底下说书的说的。他骑马进城后，先去看了那一汪湖水，湖边围满了人，都是等着要打水的。湖里的水也不多了，用不了几日，这里面的水就得见底了。宝县怎么说也是个城池了，应该还有其他水源吧？随后他又四处打听了，才知道城里专门公用的水井1个月以前已经干涸了。看来只能去酒楼看看能否买到水了。林月去酒楼时路过一家米铺，想顺便买点米回家，一问突然涨了3文钱。现在只是没水，这粮食怎么也跟着涨价了？这粮食的价格估计只会涨不会跌，放空间里也不会坏，得多囤点。林月米面都买个5担，把粮食放在马背上后，牵到没人的巷子里，才把粮食给收进空间里。随后接着去宝县最大的酒楼，杨庄是来住店的，还要了个房间。帮我备点洗澡水，一路走来有些热。伙计看着林月，有些为难。姑娘，宝县已经有些时日没下雨了，这城中的水更是越来越少了。姑娘若是喝的话，是有水的，但是洗澡的话就没有了。我若是加钱呢？林月掏出10两银子，是在试探到底是有多少水。伙计看到银子，嘿嘿一笑，有钱倒是好说，但还是没有太多水，最多给客官2次洗澡的机会。天气太热了，用凉水就行，全部都送来。伙计才不管他怎么用，拿了钱就去办了，连着10几桶水都送到房间里。林月接着把水都收进空间里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准备下楼，就看到风纪言了。林姑娘，你住这里？你这是？村子里没水了，我是来买水的。宝县突然没水的事情，风纪言也听说了，
但是他也无能为力。那买到了吗？买到了。时辰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林姑娘，灵儿姑娘恢复的如何了？多亏了风公子妙手回春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，改日再设宴，好好答谢一番。走的时候，他明显看到风纪言欲言又止，他既然不说，林月就不会多嘴去问，直接下楼了。主子，他家就住这里，我们找不到的药，或许他知道也说不定。算了，明日再去看看吧。林月回来的路上，他听说山上流到隔壁村的水还有，就是要到山上去接才行。阿奶，这桶里有水，是我花钱买回来的，虽然不多，但也够用2日了。听说山上有水，我打算明日上山去看看。好，明日阿奶跟你一起去。姐姐，明日我也去吧。你这脸上的伤是不想好了吗？出了汗，感染了伤口，那你这脸就得彻底烂了不可。好，我都听姐姐的。天气实在闷热，吃饭都没什么胃口，看着桌上的红烧肉，林月都有些索然无味。第2日一早，林月醒来时，方氏已经上山了。姐，你醒了？什么时辰了？你起来怎么不叫我？阿奶呢？已经辰时，阿奶走了，她上山去了，是跟孙婶一起去的，去山上打水了。姐，你要去的话就先吃饭。吃了早饭，林月交代林柔，我现在出门了，你在家里好好休息，不要乱跑。我知道了，姐姐。林月也挑着2个桶，直接去山上了。风纪言想着今日要上山，林柔的伤也有几日了，他顺道就过来看看。灵儿姑娘，你姐姐不在家吗？我姐跟我阿奶都上山打水去了，风公子不如先进来再说吧。风纪言看了一眼他脸上的情况，想到家里就他一个人，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不合适，便说：正好我要上山采药，既然他们不在，我就晚一些再来，给你看看伤口的情况，再换药。林月到山里时，远远的就看见山上很多人在排队。阿奶，月丫头你来了。看到林月拿着2个空桶，一个排在方氏后面，妇人赶忙大声说道：一个人只能接2桶水，不能插队，水若是插队了，日后都别来接了。对啊，你们还是隔壁村的，我们村里每个人都只能接2桶水，你想接水就去后面排队。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不插队。林月从怀里掏出一个饼子。阿奶，你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带了个饼子。我吃了，出门的时候带了的。那你去旁边休息会儿，我来接。我来就行，你去旁边坐一会儿。林子的深处突然传来没听过的兽鸣声，所有人都听到了。不会是狼吧？我们在这里不会有事吧？排队的人群已经开始自己吓自己了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兽，但是林月知道这不是狼。若是什么大东西，那可是肉，可是钱啊！阿奶，你接满水就先回去，我有点事情要离开下。好。随后林月便循着兽鸣的声音找去，越走越远，那兽鸣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，还有些听不到了。不会白来一趟吧？林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怎么又在这里？我方才去过你家了，本是要给灵儿姑娘换药的，她独自一人在家多有不便，我们就先上山来采药啊。我刚刚在山里打水，听到兽鸣声就过来看看，你是想采什么药？采到了吗？我帮你吧。追影赶忙把手里要采的药的画像递过来。好，我去附近找找看。他们找了大半日也没找到那一味药。林姑娘时辰不早了，不如还是先回去给灵儿姑娘换药吧。林月站起来就看到她的脸色已经很惨白了。再这么找下去，洗在山里就不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去吧，等明日我再上山帮你找药吧。3人这就下山了，回去的路上都不忘记再看看，万一就遇到了要采的药。走着走着，追影突然不走了，指着地上一个位置，有些激动地说：主子，你看这里，这好像是我们要找的药的叶子，不过被什么动物吃了，只剩几片叶子。这里有的话，这附近一定还有，我们再找找看。那就再找找，万一我们运气好就找到了。说完，林月就去旁边认真找了起来，果然不一会就被他找到了。风公子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？追影像一阵风一样跑过来，激动的都有些口齿不清了。主子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你的毒可以解了。原来这药是要给他解毒用的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那药待风纪言确认之后，追影把那药当作稀世珍宝般包裹好，3人这才下山。随后追影隐匿在暗处，风纪言跟着林月回了家。姐姐，你跟风公子是一起回来的吗？在山上碰到的。风公子是来给你检查伤口恢复的如何的。几人进了堂屋，先喝了水解渴，休息一下便开始了。换药会有些疼，灵儿姑娘先忍忍啊。上药的时候，风纪言好像有些撑不住了，在山上跑了大半日，他差点倒了过去。你的药在哪？林月急着问的时候，他的手已经熟练的在风纪言的怀里摸索了，拿出药瓶就倒出药给他吃。姐姐，风公子他没事吧？林月摇头叹了口气，我来上可以吗？可以，要多涂抹一些。林月给林柔涂完药包扎好后，神色有些凝重的跟方氏说：阿奶，风公子还有要事，我先送他回去。阿奶，你帮我把马车套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去。林姑娘不用了，我可以的。无妨的，正好我要去一趟宝县，也是顺路的。马车套好后，林月扶着风纪言进了马车。阿奶，我今晚可能回不来，你也不用等我，跟阿柔吃了饭早休息。好，
你路上注意安全。林月赶着马车没走一会，风纪言就直接晕了过去。还好追影及时现身，赶忙把人扶起来。主子，你醒醒！你先别喊了，扶好他。林月一路快马加鞭返回他们住的客栈，生怕风纪言喜在路上。师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快去请大夫！你们不是师兄弟，你不会医术吗？苏听雪尴尬的选择沉默。烛光很快就把大夫带来了，大夫看过之后摇头叹息。他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了，若是再配不起解药，再拖下去，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难救。药今天采到了。大夫接过查看，确定就是差的那味药。快，速去熬药，再辅佐药浴6个时辰。药浴要准备的药材很多，大家都去帮忙了，熬了3个小时的药才熬好。把风纪言放进沐浴桶后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林姑娘，吃点东西吧。我听我师弟说，你们是在云京认识的，可这里距离云京上千里不止。林姑娘，你孤身一人去云京做什么？去打工。打工是做活的意思吗？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了，遇到了贵人，就去了云京，也是刚回来不久。好吧，林姑娘，隔壁有房间，时辰不早了，你先去休息吧，这里有我就行。不用，我在这里等就好。然后2个人就坐着，时不时看看屏风后面的风纪言。看着看着，林月撑着脑袋睡着了，不知睡了多久，突然被吵醒，一睁眼就看到打呼噜流口水的苏听雪。不是，他到底关不关心他的师弟？怎么睡得比我还香？屏风后面的风纪言突然传来什么动静，追影和烛光恰巧又都不在，林月就走进去看看。此时风纪言正发抖，好像是正在经历什么痛苦的事情那般。突然风纪言睁开眼睛，一动不动的。不会洗了吧？林月伸手过去准备探下鼻息，谁知道风纪言突然就扣住他的手腕，力气大的仿佛要把他手捏碎。风纪言，放手！风纪言不仅不放手，还更用力了。林月忍不住叫了一声，外面睡觉的苏听雪和正要回来的追影和烛光一起冲了进来。帮忙，把他的手掰开！3人一起掰风纪言的手都没掰开，不止掰不开，他们一用力，风纪言就在用力，还没有一丝要醒来的迹象。疼，好疼！别动！就不信我用异能电他还不松手。他刚准备释放异能，就感受到一股奇怪的力量，风纪言在吸他的能量。我去，我好不容易攒的，敢吸我能量！他另一只手从空间里掏出一把刀，就朝风纪言的手砍去。烛光先反应过来，伸手去夺林月手里的刀，把他的手拿开。苏听雪和追影都在尝试，可就是弄不开风纪言的手。追影为了不让林月砍风纪言的手，只能先把林月打晕，等风纪言醒了再说。快天亮时，风纪言缓缓睁眼。他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这种感觉消失了3年。一抬眼才看到浴桶旁的林月，自己还握着他的手腕。主子，你醒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属下也不知道，是主子你梦魇了，一直抓着他不放，他要拿刀砍了主子的手，没办法，我们就将他给打晕了。风纪言换了衣服后，把林月抱到床上。师弟，恭喜你，你的内力恢复了，毒也解了，我就知道你福大命大，洗不了的。师兄，我们出去说吧，让林姑娘好好休息。林月一觉睡到午时才醒来。他睁眼就怒火冲天，然后迅速查看空间里的情况。空间能量不仅没少，还更充盈了一些。昨晚明明就是被风纪言吸了能量，怎么还好端端的？不过没事就好，嘿嘿。林姑娘，你没事吧？风纪言刚才明显感觉到李林月愤怒，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手。不会是我昨晚昏厥的时候不小心用内力伤了她吧？昨夜险些伤到你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在这里给姑娘赔礼道歉。此时苏听雪他们3人已经进来了，林月看着追影和烛光。昨晚你们打我的时候可真有劲儿。昨夜之事是我们失礼，给林姑娘赔个不是。算了，时辰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。早饭已备好，林姑娘吃了午饭再回去吧。早饭都在桌上了，林月拿了包子就走了，然后去买了一些猪肉和一些生活用品才回家去。刚到村里就看到一群人围在村长家门口。村长，现在连人喝的水都没有了，这地里的庄稼都长不起来，没了收成，这往后的日子我们可怎么办？就是啊，我们现在去山上打水的，光是排队都要排1天，还打不到多少水。村长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村长这2日也在附近的村子里四处问了，大家都没水喝了。他找不到水，同样也是心急如焚。行了，大伙儿都别急了，我等下去县衙打听打听，看看县太爷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子。这缺水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，明日得出关看一下，能不能多买一些水。主子，城外的是10几个村子我都跑过了，几乎都没水了，就算是有，也撑不了2日了。风纪言只有个世子的爵位，并无实权，别说的城中水不多，就是有水，也没法命令县令。师弟，外面都在传太子失德，老天爷降下惩罚，宝县此后1年都不会降雨，怕是有人故意做的文章，想把这纸盆子扔给太子。看来只有此法了。师兄，明日我们出关，看看能不能从李宝县最近的文州城引些水来。第2天一大早，村长匆匆赶到县衙门口。原来不只是他，还有好多村子的村长都找县令拿个说法。县令现在头都大了，城里都没多少水用了，
哪里还顾得上城外村子里的人？不见，就说本县下乡办案去了，不在。随后官差就出来把县令的原话转告给各大村长。那县令大人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在这里等。一个村长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其余的人也纷纷坐下了，都开始耍赖了。官差没办法，又回来禀告：一群刁民，不知所谓，爱等就让他们等去。阿奶、阿柔，我今日有事要出去一趟，阿奶你今日就别上山打水了，我们的水还很多。好，你早点回来。随后林月便骑着马往出关的路上赶。上一次出关，路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来往的商人，今日路上就连一个人都没看见，不论是大招人还是东国人。走着走着，正前方突然来了几道骑马的身影，林月将马停了下来。怎么是你们？林姑娘，你这是打算出关吗？别去了，我们刚刚从关口回来，东国关闭了入关口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。怎么会突然这样？林姑娘可是为了找水而来。村里没水，城里也没水了，我就打算出关碰碰运气。回去吧，东国就是怕宝县的天灾牵连到他们，现在任何人都入不了关，否则就会被当作敌国细作，阁下勿论。唉，看来只能先去宝县的客栈看看能不能买到水了。随后林月便跟着风纪言几人一起回了宝县。林月去客栈的路上，在经过那个小湖时，岸边没人了，湖水已经干了。他到客栈后，连门都进不去，门口堵着好多人，都是来买水的。没水，没水，你们再去别家看看。几个伙计拦在门口，把人往外面赶。看样子是买不到水了，只能先回家了。此时宝县城里到处混乱不堪，有些买不到水的在街上看到有人提着水就直接抢了。主子，经理来信了，陛下让我即刻启程返回。那属下现在就去准备。主子，这宝县的县令紧闭县衙门，不管是没水的老百姓，还是被抢了东西的商户，都求告无门。这狗官看我不瞎了他。走，我们去县令府走一趟。此时县令府里肥头大耳的县令正吃得满嘴流油，突然不知道从哪打来的一颗石头，直接打到县令的头上，瞬间起了个包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来人，有刺客，有刺客！喊了半天，一个人都没进来。此时县令可能也意识到人都被他们解决了，他也不喊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做什么？这里可是县衙，我可是县令。苏听雪直接闪过去，在他嘴脸上甩了一巴掌。你这个狗官，外面的老百姓都怎么样了？你还在这里吃香的喝辣，本大侠现在就瞎了你！别吓我，别吓我！宝县没水，这也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县令能左右的。听闻都是当今太子。住口！此乃天灾，确实不是你能左右。可城内乱象却是你的失职，还敢攀扯当朝太子。现在你有2条路可以走：一，想办法安抚所有百姓；二，以洗谢罪。看着被苏听雪架在脖子上的刀，县令直接跪下。城里城外四处都没水了，我还能有何解决之法？派人去统计城内外所有的水源，再按照人口合理分配所有的水，之后再去附近有水的县城求援。好，我马上派人去办。不知阁下是？我们的身份你无需知晓，我们会在暗中盯着你，此事你即刻去办，不得有误。这气势吓得县令的后背都在冒汗了。风纪言几人走后，县令赶忙把风纪言跟他说的吩咐下去。县衙里所有的官兵出动，把城内所有有水井的地方都保护了起来。苏听雪确实是在暗中盯着他这个狗县令，若是他不按师弟说的去办，他马上就要砍死他。风纪言从县衙出来后，便骑马带着药箱去了水湾村。风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先进屋再说吧。不了，在下还有急事。这是灵儿姑娘将近2个月的用药，药的使用方法和时间都写在纸上了。风公子，你这是要离开宝县了吗？有些急事需回云京，我留下的这些药用完，灵儿姑娘的伤基本就可以痊愈了。风公子，我妹妹的病多亏了你，本想设宴感谢，如今你是急要走，我也不好挽留，也只有以此为谢。看着这破旧的泥墙小院，风纪言将那袋银子推回去。我是大夫，只为治病救人，不为赚钱。这些银子你们留着给家里添这些东西。风公子，今日一别，恐无再见之日。他若是后悔，这银子可就没地方要了。林姑娘，告辞。看着手里的钱袋，林月轻轻叹了口气，可真是好人，活菩萨。宝县有了官府的介入，现在山上打水的地方都有官府的人坐镇，但是好景不长，不过才几日过去，林月跟方氏上山打水，那队伍都快排到半山腰了，水流也越来越小。阿南，今日我们不打水了，我们先回家，我有事情同你和阿柔商量。方氏还以为是发生什么大事了，他就跟着林月的步伐快步往家走。姐，阿奶是有什么事情吗？阿奶，阿柔，不如我们暂时离开水湾村，离开宝县，找个别的地方，等度过了这段难熬的日子再回来，你们意下如何？月丫头，不如你带着柔丫头走吧。阿奶放心，只要下雨有水了，我们就回来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是祖祖辈辈都生活过的地方，一定会回来的。
方氏也不是固执，他只是怕自己这把老骨头会连累2个小的。阿奶，我们一起走吧，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才相聚。好，我们一起走，一家人在一起。那阿奶、阿柔，你们先把要带的东西收拾下，我现在再去一趟宝县，再买一些路上用得着的东西。随后林月便去宝县买了一些生活日常用品，米面、熟食和衣物放空间里囤着。等他回到村里时，便看到村里人聚集在村长家门前，在说离开的事情。看到方氏和林柔都在人群里，林月也走了过去。现在有人传出宝县未来半年都不会下雨，如今已经没有水吃喝了，县令大人也没办法，现在就是看大家自己，有亲戚有水可以投奔就去，人太多了，县衙没办法一一办录音，大家要走的就带好自家的户籍。那村长你走吗？自然是要走的，等熬过这一关，我们再回来，大伙都快回去收拾东西吧。村长说完便转身回家去了。阿奶、阿柔，我们也回家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林月他们便离开了村里。此时路上逃难的人已经很多了，太阳越来越毒辣。他们在路上走了10几日后，看到逃难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些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。月丫头，我们的水还能坚持多久？还能撑个3、5日，在此之前，我们一定能找到水源，所以阿奶不用担心。方氏不担心是假的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水源，而且大家都没水喝，难免会出现争抢。果不其然，此时已经有难民盯上了林月他们的马车，正在朝他们的马车靠近。看到马车上有水缸，就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，直接扑过来就准备上马车抢。走开，你们别过来！不等他们碰到马车，林月直接一手拽住了一个人，用力往前一甩，再接过方氏手里的棍子，将欲靠近马车的所有人都给打了出去。他下手干脆利落，还能听到肋骨断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地上一片鬼哭狼嚎，也刚好震慑了那些还想上来抢东西的人。阿奶、阿柔，我们走小路，大路难民太多，难保这些人再失去了理智，再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就糟了。好，我们赶紧走。随后林月便调转了马车的方向，朝小路走去。走到快天黑了才停下来。先做点吃的吧。这几日他们吃的都很素，怕引起别人的注意。现在走小路人少了，林月才敢从空间里拿了一大块肉出来。今晚我们吃肉吧，之前路上人多没敢吃肉，今晚吃个够。看着一大块无比新鲜的肉，林柔和方氏都以为自己看错了。这一路的天气比3伏天还热，竟能把肉保存得如此完好。姐姐，这天气这么热，这肉怎么还这么新鲜？林月想着这一路上他们迟早要知道，就直接跟他们坦白了。我自有法子，只是可能会有些离奇，就怕阿奶和阿柔不相信我，也怕你们当我是妖怪。我才不管姐姐是人是鬼，还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我只知道姐姐是我姐姐，是将我接回家的姐姐。就算月丫头是妖怪，那也是让我们一家3口团聚的好妖，也是我的乖孙女。随后林月又当着他们的面凭空拿出锅和柴火。方氏和林柔虽然很惊讶，但是也什么都没说。祖孙3人把晚饭做好，林月还从空间拿出一套桌椅出来吃饭。这是我们家里的桌子。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带走了，就怕我们走之后有人会惦记我们的东西，家里留下的粮食也带走了。第二天，林月为了避免那些难民可急了，又抢他们的东西，林月把水和粮食都收进空间，然后继续赶路了。宝县边境自从缺水的事情传到东国后，东国立即发起了战事。东国不缺水，他们一路横突过来，很快边境就被东军占领了。那些没及时离开的村民全部都被屠戮殆尽了。主子有暗探打探到大昭边境的山洞里，有一批先前东国和大昭交战时东国没来得及撤走的宝藏，东军已经派了大量士兵前往那边寻宝，准备用这批宝藏来买兵器粮草攻打大昭。这是半卷的宝藏余图，务必在东军之前找到那批宝藏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那皇上那边怎么办？陛下如此着急召我回京，估计也是为了东国攻打大昭的事。待会我写一封书信跟陛下禀明此事。此时林月这边连着赶了几天路，还是找不到水源。路上的难民只要看到有人喝水，就直接上前抢。路上时不时还有东军路过，见人就瞎。大路上的尸体越来越多，有可喜的，有被东军瞎的。路上还有很多在哭着找孩子的人，说是这附近有拐子在拐孩子，已经不见了好几个孩子。都出来逃难了，这一路上都不一定能活下去。那些天瞎的拐子，竟然还拐走孩子，简直猪狗不如。走着走着，林柔突然停了下来。姐，你看那边。林月顺着她的方向望去，不远处有一片被茂密灌木丛扮演着的凹地，有点奇怪。阿奶、阿柔，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去附近看看。那你当心些，别走太远。林月走后，林柔也去附近查探了起来，只剩方氏在原地休息。不一会儿，方氏就看见一个男人从灌木丛后钻了出来。那男人脸上有一道很长的疤痕，方氏的心猛地一缩，这道疤痕他记得太清楚了。他儿子的2个孩子被人拐走时，打听到有人看见一个脸上有一道长疤的男人带着2个孩子匆匆离开过。方氏来不及多想，悄悄顺着男人走过的痕迹跟了上去。他跟着那男人走了约莫100-10来步，
忽然看见前方不远处的一片丛林里又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手里还抱着一个晕倒的孩子。怎么样，没被人看见吧？放心，这孩子是我在林外的土坡上捡的，当时他爹娘正忙着跟人抢水，我一闷棍就把他打晕了，没人发现。看着还不错，能卖个大价钱。方氏躲在后面，听得浑身发抖，原来他们真的是拐子。你们这些天下的，快把孩子放下！两人回头看见只有方氏一个老太婆，脸上顿时露出凶相。哪里来的老东西，敢管老子的闲事？这孩子是你们拐来的，你们快放了他！八脸男人走上前，准备嘎了方氏。老东西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今天就让你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。方氏以为自己这次必喜无疑，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。阿奶，阿奶！另一个男人见状，从腰间摸出一把匕首，朝着林月扑了过来。林月侧身躲过，从空间掏出一把笔闪过去，抹了他的脖子。八脸男看到自己的同伴就这么洗了，吓得转身就要跑。林月捡起一个石头打到他脑袋上，男人两眼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阿奶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快看看那孩子，孩子有气，就是晕过去了，可能是被他们打晕的。此时林柔也找了过来。姐，阿奶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林月走过去，把八脸男给踢醒，说：“你们抓孩子做什么？”胡说八道！什么抓孩子？这是我儿子。我劝你最好说实话。八脸男人看着林月手里的刀，心里发怵，可还是不打算说。林月一脚下去，直接碾断了他的腿。方氏走过来，一把攥住八脸男子的衣襟，情绪激动地问道：“你说，是不是你在水湾村拐走了我孙子？是不是你？孙子？对了，原主的二叔好像是有2个孩子，在3、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了。阿奶，你先别急，慢慢说。”方氏说了追着这个八脸过来的原因后，林月的脸色沉了下去。既然不说，那就去洗。八脸男感觉到林月不是在说笑，就努力回忆多年前的事情。我想到了，几年前确实在水湾村拐过几个孩子，都交给虎哥了，其余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虎哥人在哪？当年把人交给他之后，他给了我们一大笔银子，之后他就带着那几个孩子走了，据说是去了玉城，对，就是玉城。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玉城，林月还是有印象的，很远，在离云京不远的地方。他回来时还在那里摆过摊。那这个虎哥可有再回来找过你们？没有，只是听说他过上了好日子，也不做这个见不得人的生意了。那虎哥全名叫什么？叫林虎。我什么都说了，能不能放了我？还想饶了你？不讲你们碎尸万段，算是便宜你们了。林月的话音刚落下，就已经抹了他的脖子。月丫头，我们能不能将这孩子送出去？阿奶放心。还没到大路上，孩子听到了自家爹娘在找他的声音，就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，看着那孩子跟自家的父母团聚了。方氏终于忍不住，身子失力跌在地上，眼泪不停地落。方氏紧紧地握着林月的手，语气里满是祈求：“月丫头，我们去玉城，我们去找你们的2个弟弟。我对不起他们，也对不起你二叔二婶。”姐，我们去玉城吧。林月沉默了一会儿，倒也不是她害怕什么，只是事情哪有他们想象的容易。阿奶、阿柔，此去路途遥远，会遇到何种未知的危险，我也说不清楚，我也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。现在正处于乱世，即便是林月有空间，他也不能保证能带着他们安全抵达玉城。姐，我会保护好阿奶的。我也一把老骨头了，若是熬不到那一日，到了地底下，也跟你们二叔二婶有个交代了。你们护好自己最重要。此去路途艰辛，你们别后悔就行。时辰不早了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过夜吧，明日再继续赶路。随后他们便找了个林子过夜。林月刚要睡着，突然听到不远处的树林里传来动静。林月走过去一看，竟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东军。那东军已经出气多，进气少了。救我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！好，林月直接一刀抹了他的脖子。你们东军在我们大昭国到处残害百姓，还想我们救你，想啥呢？林月刚站起身准备离开，身后又传来一道陌生的声音质问他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看到地上已经洗去的同伴，几个东军疑惑地看向林月：“是你将人瞎了？”“我只是路过的老百姓，我不敢杀人的。”“你没杀人的话，你手上的血是怎么回事？”“算了，别问了，直接押回去慢慢审。”就在他们准备过来押走林月时，林月直接拿出一把枪把几人全瞎了，但他枪声也引来了更多东军。阿奶、阿柔，东军来了，这个地方不安全，我们得赶紧走。附近的东军追来时，正好看见林月他们骑马离开。我们的人都被瞎了，给我追，活捉他们！阿奶、阿柔，我们往山上走。林月调转了方向，把马儿骑进了林子，东军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也跟着他们进了林子。丫头，你们看，那里好像有个山洞，我们可以躲进去。随后，林月把马收进空间，3人迅速往山洞跑去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没马蹄印了？他们不会是妖怪吧？少说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他们一定就在这附近，赶紧去找。林月他们进山洞后就往里面走，山洞里弯弯绕绕的，像后期人工挖掘的。3人在洞里走了好久，身后的东军也没追来。
走着走着，他们竟然走出了山洞。我们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。好，阿奶，我去山洞里面布置一些陷阱，怕那些东军会追过来，以防万一。第二天，他们醒来才发现周围的草和树都是生机勃勃的，不同于外界。阿奶，我去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水。好。林月走着走着，竟真的听到了水流的声音。扒开草丛一看，有水从石头缝里流出来，还形成一个水坑。不远处还有一个茅草屋，走进去一看，房子里面已经堆积了很厚的灰尘，像是已经很久没人住了。此时，方氏和林柔也找了过来。阿奶，这里有水，还有房子，我们就先在这里住2天，之后再继续赶路去玉城。好，有水就先在这儿休息2天。随后，祖孙3人合力把茅草屋收拾一番。方氏和林柔做饭，林月则走到水坑处往空间里引水。去玉城路途遥远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下雨，得赶紧多往空间引些水。林月引水引得差不多了，就准备出去多采点解暑的草药。阿奶，我出去采点草药，可能会回来晚些。你小心点。随后林月便往山谷深处走去，看到草药就挖起来放空间里种着。挖着挖着，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一个山洞前。这里怎么还有个山洞？他刚往山洞里走几步，就踩到机关，突然有10几支箭向他射来，还好他及时闪进空间。好险，还好有空间。林月走到里面，才发现里面是间暗室。这里面不会是有什么宝贝吧？不然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建密室做什么？林月害怕又触碰到机关，直接利用空间闪现进去。进去一看傻眼了，里面的金银珠宝差点闪瞎了他的眼睛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金银珠宝？不会是什么人的墓吧？他环顾四周一圈，想象中的棺椁并没有出现。林月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直接把金银财宝全部都收起来。咦，这怎么还有个门？林月闪现进去一看，发现里面空空荡荡的，只有密室正中央摆放着一块巨大的玉石。伸手摸了一下那玉石，那玉石似乎是有什么魔力那般，死死地吸住他的手。完了，这玉石不会是在吸我空间里的能量吧？就在他用力的挣扎，想把手给抽回来时，惊奇的发现不是这玉石在吸空间的能量，而是空间在吸玉石里面的能量。突然林月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要被什么撑爆了，他两眼一黑就没了意识。此时山谷那边的方氏和林柔做好了饭，还没见林月回来，祖孙2人分开在山谷里四处找林月。方氏担心林月从他们进来的洞口出去遇见东军了，便赶紧走回洞里。月丫头，月丫头，你在哪里？方氏边走边喊，还是没看到人。林月之前做的陷阱也还在，他都打算回去了，但是洞内的前方突然传来了动静。月丫头，是你吗？随即前方昏暗的视线越来越亮，来了好多人都举着火把。是东军。方氏反应过来，拔腿就跑。将军，有人！东军将军身旁的士兵打出去一块石头，伤了方氏的腿。2个东军把他架了过来。老人家，你怎么在此处？我只是路过，迷路了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迷路不可能，毕竟他们这么多人，根据残缺的舆图，在山里找了好几日才找到这里。如今一个老太婆只是迷路了就找到了这里，他们肯定不信。先把他带着，往前走。快要走到林月布置的陷阱位置时，方氏有些紧张了起来。走在前面的东军不小心触碰到陷阱，直接被暗处飞来的箭给射死了。不好，有机关，先往后退。说机关怎么解除？这个方式是真的不知道。月丫头只给他说过这机关怎么躲开，可没说过怎么解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路过的，我都不知道这里有机关。嘴还挺硬。一个士兵直接甩了方氏一巴掌。说不说？这一巴掌打的方氏头晕眼花，但他依旧摇头。他可不能把东军带进去，不然他2个孙女就危险了。我不知道。士兵还想打，将军一个眼神就阻止了。来2个人上去拆机关。这机关看似很凶猛，其实很快就解开了。走出山洞，看到这不同于外界的山谷，他们都有些傻眼了。他们进来之后就分开至4处去搜查。老人家，你现在不如说说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不论你问多少遍，我也不知道。将军，这山谷里是有人居住的，那边有水坑，还有个茅草屋。老人家，你还不打算说吗？将军语气平和，但是捏住方氏脖子的手越来越用力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也只是误打误撞走到这里的。将军他撒谎，我看了那个屋里的东西，他们最少是有3个人一起住的，有3副碗筷。那就去找，务必把另外2个人给找到。方氏被扔在地上，那将军就在他旁边坐着看舆图。方氏什么都不说，他们只能先看看舆图，再说接下来的事情。林柔在山谷里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人，担心等下阿奶找不到，他又该担心了，就回去了。结果到半路就遇到2个东军，直接把他押回去了。阿奶，你没事吧？你想救你阿奶吗？是你打了我阿奶。将军，方才抓到他时，他在找他姐姐。那就再去搜，将他姐姐也一并抓回来。是。走，把他们押去那边的房子。不想洗，不想你阿奶洗，那就老实些。看这些东军好像不瞎他们，林柔就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：你们打伤了我阿奶，能不能让我给我阿奶擦些药？方氏生怕林柔会惹怒他们，赶忙说道：我没事，不用管我。将军看了林柔一眼，便示意士兵松开了林柔。阿奶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很疼？
方氏小声跟林柔说：“你等下找到机会就逃，先找到你姐姐再说。”林柔摇摇头，东军虾人不眨眼，他若是跑了，他阿奶定会被虾洗的。将军的肚子突然发出长鸣声，将军先歇息一会儿，属下去准备点吃的。去吧。等到天都黑下来了，他们还是没找到林月的踪迹，就连他们要找的入口也没找到。山谷就这么大，继续找，仔细些，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。将军看着桌上的鱼图，很是浮躁。鱼图只有残卷，他们能找到这个山谷已是不易。此时，山谷的另一侧，一群黑衣人也从一个山洞进来了。师兄，山洞里恐会有机关，你别走那么快。没事，区区机关根本就难不到我，我们快走，可别让那些东军先找到宝藏了。苏听雪走了好一会儿，回头说：“时间过去那么久了，就算是有机关，应该也老化了。”话音未落，苏听雪就踩到了机关。师兄，你小心些。我没事，你们先别动。苏听雪把脚缓缓挪开，几支箭矢朝他射来，他在空中几个旋转躲开了暗箭。此时山谷里的东军也找到了林月进去的那个山洞，他们把林柔和方氏都带了过去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们真的不知道。那将军见也问不出什么，就把他们压在前面带路。他们也害怕机关，但是被东军逼着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此时失去知觉许久的林月终于缓缓醒来。林月坐起来，看了一眼那块大玉石，已经暗淡无光了。这玉石的能量居然被我给吸完了。他赶忙查看空间，此时空间比之前大了很多，还多了一条灵泉水。他喝了一口，瞬间感觉能量满满，得赶紧回去了，不然阿奶他们该担心了。就在他准备原路返回时，突然有几个黑衣人出现。林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去，怎么在这里还能遇到风纪言？我们逃难误入这山谷里，发现山谷有水，就在这边住下了，然后不小心误入这密室中，现在正准备出去呢。这里面机关众多，我先送你出去吧。你来这里是为了找什么吗？找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不是来找金银珠宝的就好，反正先到先得，现在是我的了。随后，风纪言便带着林月出去了。他们刚走没一会，就遇到了压着林柔和方氏采机关的东军。阿奶、阿柔，两拨人一见面就打了起来，也顾不上林柔和方氏。月丫头，你跑哪去了？可有受伤？阿奶，我没事，我挖药时不小心闯入了这里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就晕倒了。你们怎么来这里了？那东军以为我们是这里的人，就把我们带进来，让我们在前面带路采机关。风纪言带来的人都是武艺高强的高手，不一会就把东军吓得只剩几个人了。先撤，快走！随后那将军便带着几个士兵逃了。之前兵分两路的苏听雪几人也过来了。是东军，师弟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可有查到什么线索？没有，别说宝藏了，一个铜板都没看到。林姑娘，这里面不安全，不如先送你们离开。我们可以自己走，你们忙你们的，不用管我们的。不知道进来了多少东军，你们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。若是遇上东军，还能有个照应。姐，我们就一起走吧。那些东军太可怕了。主子，你看，这是我在尸体那边找到的。这个我见过。我们进这里来之前，那东军的头子就一直在看这图。太好了，有了这图，我们定能找到。这也只是残卷，我们只能试试。随后他们便跟着残卷找了过去。他们想象中的金山银山并没有出现，就只有几箱银子。风纪言把那鱼图拿在手里反复观看。主子，这有些不对劲吧？传说中说的这里面的财富都能买下一个小国了，怎么才这么些银子？奇怪，根据鱼图来看，这里确实是存放宝藏的地方。突然不知谁踩到了机关，整个密室都摇晃了起来。不好，这里要塌了，我们赶紧出去。等他们跑到外面时，整个山谷都已经塌没了，洞口也堵住了。你们要找的东西没找到怎么办？我们没找到东军也没找到，只要没落入敌人手里，一切都好说。林姑娘，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要去玉城，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东军猖獗，我们定要将他们打退。林姑娘，这些药你们留着以备不时之需。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不能相陪了。之后的路你们要自己小心。告辞。祖孙三人在树林休息一晚后，也开始赶路了。三人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经历了1个半月，终于到玉城了。姐姐，我们这是到玉城了，是到有弟弟他们消息的那个玉城了。方氏盯着城墙上的那2个字，眼睛逐渐就红了。月丫头，阿奶谢谢你。阿奶，你不用这样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能找回2个弟弟自然是好事。我们进城吧。三人进城后，找了一家客栈住下，休息好后，几人就开始去打听林虎的消息了。咱们分开走，我去西边的街巷，阿柔去东边，阿奶就在附近打听，重点问那些常年在城里做买卖的铺子和摊贩都要问。好，姐你自己要小心。你也小心，要是遇到不对劲的人，别硬撑，先回客栈等我。我知道。阿奶切记别走太远。三人约定好傍晚在客栈会合，便各自往不同的方向走去。林月先是走进一家粮油铺，装作买米的样子，跟掌柜的闲聊。掌柜的，您这米多少钱一斤？我看您这铺子开了有些年头了吧？米8文一斤，我这铺子开了20多年了，玉城的老主顾都知道。那您肯定认识不少人。掌柜的，我跟您打听个人，约莫9年前，有没有一个叫林虎的外乡男子来玉城，
现在约莫是个不惑之年。林虎这名字太普通了，城里叫胡子林哥的多了去了，哪能个个都记得？那您听说过城里有拐卖孩子的拐子出没吗？或者说有没有人在城里拐过孩子的？这话一出，掌柜的脸色立刻变了，抬头警惕地看了林月一眼。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拐子的事可不是小事，官府都管不过来。你个外乡来的，问这个干嘛？不买你就赶紧出去。接着林月又去了几家铺子，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，可得到的答案不是不知道，就是没听说过。林月又往茶馆走去，点了一壶最便宜的粗茶，找了个老茶客打听。老伯，晚辈想跟你打听个人，不知道你可认识一个叫林虎的人？他大概40岁，9年前到的玉城。老茶客上下打量了林月一番，慢悠悠地说：林虎，你说的是哪个林虎？是城南开铁匠铺的那个，还是前年因为偷东西被抓的那个？城南开铁匠铺的他多大年纪？长得高壮吗？铁匠铺的那个林虎30多岁，长得人高马大的，不过他是3年前来的。3年前到的玉城，时间都对不上，肯定不是同一个人。那前年被抓的那个林虎呢？他是什么情况？那个啊，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，听说以前是做什么生意的，后来染上了毒瘾，欠了钱就去偷东西，被官府抓了，判了5年牢，现在还在大牢里呢。你找的要是这个人，那可就别想了，牢里的人你也见不着。这个林虎倒是有些嫌疑，只是在牢里确实有些麻烦。林月谢过老茶客后就直接出去了。玉城这么大，叫林虎的人又这么多，想要在玉城找到此人，简直就像大海捞针。哎，接下来他又去了西边的几条小巷，问了巷子里的住户和摆摊的小贩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已经日落了，只能先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林月路过一家玉器铺子，想到玉石还能空间升级，他就进去把铺子里的玉都给买了。姑娘，我听你口音不像是玉城本地人，你买这些是作何用途的？我就是单纯喜欢玉，所以喜欢买。掌柜的又悄悄将林月打量一眼，看她的穿着打扮十分普通，但是出手又十分阔绰。不知姑娘是哪家的千金，家住何处？我让伙计帮你把这些东西都送到府里。不用了。林月出来后，把所有的玉都给吸收完了，没想到空间居然给了他一个，一摸到脉搏就能知道对方得了什么病，又该用什么药的功能。我现在又不缺钱，根本不需要有一技之长来养家糊口，给我这个功能也没啥用啊。回到客栈时，林柔和方氏也已经回来等着了。月丫头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问到什么？西边的铺子和茶馆都问遍了，只遇到2个叫林虎的，可都跟咱们要找的人对不上。一个前年因为偷东西被抓进了大牢，就是不知此人是不是的。我们也没问到。哎，那可是大牢，我们咋能进去？还得再打听看看。今天没找到，明天再找，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，说不定明天就能有线索了。玉城这么大，我们不能只打听林虎，也可以打听2个弟弟的样貌，或许就有人见过。我记得3小子林云的手腕上有个形似月牙的胎记，4小子林宇身上倒是什么都没有。不过他们俩若是在一起的话，找到了林云就能找到林宇了。这也是个线索，那明日我们就再根据这个消息再找找。先不说这个了，好好歇一晚再说明日的事情。第2日一大早，他们几乎是一起醒来的。阿奶，也不知道多久才能找到人，我们吃完早饭先去县衙办落户，再去找人。我知道了。随后3人吃完早饭便朝着县衙的方向走去。大人，我们是从外地来的，想在玉城落户，麻烦通报一声。外地来的落户，你们的露营呢？大人，实不相瞒，灾祸来得急，根本就来不及办路引，全城的人都走了，我们就只有户籍。宝县什么地方没听说过？我们一路逃难过来，如今只想在这里落个户，好好过日子，绝不敢给官府添麻烦。100两，少1分都不行。林月眉头微蹙，他不缺钱，但是这官差明显就是想趁机敲诈的。就在这时，衙门内传来一阵怒骂声：一群废物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要你们何用？一个穿着官服、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手还一直按着额头，像是很头疼的样子。他一边骂，一边抬脚往外走，不小心脚下一滑，身体往前扑去。林月眼疾手快上前扶住了他的胳膊，手碰到了他的手腕，瞬间县令的脉象和要用何种药方都浮现在他空间里。之前还说这功能没什么用，今日似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你是何人？在此作甚？民女林月前来办理户籍之事，方才见大人险些摔倒，一时情急，多有冒犯。你们2个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过来扶本官一把！那2个官差吓得一哆嗦，连忙上前扶住县令。大人，民女略懂医术，方才扶大人之时，无意间摸到大人脉搏，大人患的是头风之症，且近日症状加重，民女有一药方，或许能缓解大人的病痛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还懂医术，简直是胡闹！我这头风之症找了多少名医都没治好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大人，民女这药方虽不敢说能立马见效，但是只要按照我的方子来，定能痊愈。县令虽然不信他，但是一想到可以治病，县令还是想试试。什么方子？你且说来听听。林月按照空间给的方子就说了出来。县令还没听出什么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大夫的声音：好方子，
真是个好方子。这位姑娘，敢问师从何人？这药方配得如此精妙，针对头风之症可谓是对症下药，老朽自愧不如啊。县令见状，顿时愣住了。连这个大夫都对这药方赞不绝口，难道这个小丫头片子真的有两下子？先生客气了，家师就是深山里的一个普通大夫，我也是学艺不精，见笑了。方才是本县的头太疼了，不知方才姑娘说的药方当真有效。大人一试便知，不过民女还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大人成全。姑娘请讲。县令现在一心想治好自己的头风，对林月的态度格外殷勤。民女是从边境逃难来的，想在玉城办理户籍，只是方才2位官差大人说要100两银子，否则很难办。我们一家人一路逃过来，身上钱财实在是不多了，还请大人宽容一二。县令一听，顿时脸色一沉。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自索要钱财，败坏衙署名声，还不快给姑娘道歉！方才是我们不对，不应该想着敲诈姑娘，求姑娘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吧。姑娘放心，户籍之事本县令这就让人去办。那姑娘写个药方，本县令这就让人去抓药。待本县令吃完之后，再劳烦姑娘前来给本县令请脉。可以。3日之后，衙署的人果然将户籍送到了客栈，还给他们拨了一块地皮，让他们自己建房子用。林月也按照约定去了县衙给县令请脉。姑娘，你的药方真是神了，我服用了1副药，头痛就好了很多，晚上也能睡个安稳觉。大人的脉象比之前平稳了许多，看来药效不错。接下来，大人只需再服用2副药，头风之症便能痊愈。好，那就好。如今姑娘也在玉城落户了，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多谢大人。又闲聊了一会儿，林月便起身告辞。随后林月便雇人在地皮上开始盖房子，而他们3人分成2路。林月每日去工地看进度，盯着工匠们干活，林柔和方氏则是继续找人，走遍了玉城的大街小巷、茶馆、布庄，甚至连城郊的村落都去了，还是没找到人。好在房子盖好了，看完新房子，方氏的眼眶都红了。好房子，咱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阿奶，这只是开始，等咱们找到2个弟弟，咱们一家5口在这好好过日子。搬进新房子后，林月和林柔还是每天出去打听消息了。人没打听到，倒是听到了一个好消息，说是东军被打退投降了，还把质子送来大昭国。半夜后，林月在街上打听消息时，看见一队军士骑马而来，甲胄上还沾着未洗去的沙尘，显然是刚从远途归来。是风纪言，也是东国投降了，他本就是云京人，是该回去了。师兄，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。好啊，今晚我要大吃一顿。主子，后面的东国质子已经安顿好了，在城郊。此时在外面瞎逛的苏听雪跑了回来。师弟，我刚才在外面溜达，碰到了林姑娘，我偷偷跟着她走了一段，她是在找人，就是不知道在找什么人。看她这样的，应该找了一段时日了。可惜我们明日就得走，不然还能帮着她一起找。风纪言沉默了片刻，追影见风纪言半天没说话，就怕他会多管闲事，就忍不住提醒道：主子，咱们真的不能在路上耽误了，拖得越久变故越多。知道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林月才刚刚睁眼，就有人来敲门了。方氏和林柔还在厨房做饭，林月就起来开门。姑娘让我打探的消息有信了。林月心下一喜，拿出银子放到乞丐碗中。什么消息？我虽然没直接打听到林虎的消息，但是我打听到鬼市有一家文峰楼，有个外号百事通，玉城所有的人和事，无论大小，这家酒楼的管事都知道。姑娘只要去了，就一定能打听到你想找的人。若是城中有如此厉害之人，为何打听了消息如此之久都没有听说过？难道是这些乞丐故意拖着不告诉我，想从我这里获得更多的银子？老乞丐是能感觉到林月的情绪变化的，他急忙找补道：传闻想从百事通那里打听消息，是要拿出对等价值的东西才行，这消息很难打听到的。那鬼市在何处？在城南，要等亥时之后，鬼市才开，姑娘那时候再去就行。林月还是先道了谢，等他去了，若是这老乞丐说的是假的，就别怪他先礼后兵。林月等到晚上，方氏和林柔睡下后，才悄悄出来，朝鬼市的文峰楼走去。打尖还是住店？我找百事通打听消息。2楼最后那间房就是了。林月独自上楼，找到伙计所说的房间，进去看见一个女子正坐在窗前喝着茶，她便是文峰楼管事，人称百事通的苏娘。来换消息的，我要找9年前来玉城的林虎，我要知道他现在在哪，叫什么名字？文峰楼的规矩，想要知道消息，那就要拿东西来换。姑娘想拿什么换？林月早有准备，掏出了一枚鸽血红宝石。这个够不够？玉城县令的小妾去年生辰，收到3枚比这都大，姑娘觉得够吗？林月又从空间里取了串东珠，颗颗圆润。这个呢？去年北狄进贡的东珠，被人劫的赃物，我手里有的比姑娘这个还多3颗。林月心里沉了沉，她空间里珍宝不少，可苏娘眼界太高，寻常物件进入不了她的眼。那这些银子够买林虎的消息了吗？
文峰楼不缺银子，姑娘若是只有这些，还是请回吧。林月的手攥紧了袖中的匕首，眼底闪过一丝厉色，正准备逼苏娘说出消息，苏娘却先开了口：姑娘住在城西柳树巷3号院，家中阿奶方氏，还有个妹妹叫林柔，对吧？林月心下一凛，脸瞬间冷了下来。我文峰楼想要知道的事情，就没有查不到的。林姑娘要是想在这里动手，不妨先想想，你阿奶和妹妹还能不能见到明日的太阳？就在林月僵持着，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楼外忽然传来阵轻响。姑娘稍等，我去救回。苏娘走到后院，看到风纪言的容貌，苏娘嘴角一勾，好一个俊俏的郎君。这里面是名古的凝露丹，换了一个消息。这名古的丹药千金难寻，凝露丹更是其中的上品。公子想知道什么消息？不是我要问，把这个换消息的机会让给楼上那位姑娘。苏娘愣了愣，她本以为风纪言是为了自己的事来的，没想到竟是为了那个姑娘。公子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苏娘回到2楼房间时，脸上的冷淡少了几分。林虎现在改名叫李安，住在城北的榆钱巷，门口挂着李府的牌匾。林月猛地抬头，眼里有些诧异：你怎么突然愿意告诉我了？你想知道的答案我已经告诉你，若是还想知道别的事，就得再拿等价的东西来换。林月也不再多问，道谢后便快步走出了文峰楼。风纪言看着林月离开，才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。等林月赶到榆钱巷时，已经是亥时末，李府的大门紧闭着，他直接从院墙翻了进去。他刚落地，10几个壮汉从暗处冲了出来，将他团团围住。果然来了，苏娘说有人要找我，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个小娘子。林月心里一沉，才明白过来，苏娘怕是个两头赚钱的。林虎，9年前你在边境拐走的那些孩子卖到哪里去了？林虎脸色变了变，随即又恢复了镇定。姑娘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叫李安，不是什么林虎，更没去过边境。你别装蒜，当年你在宝县拐走了2个男孩，那户人家姓林。我不知道什么姓林的崽子，臭娘们要是再胡言乱语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他朝周围的壮汉使了个眼色，那些人立刻举起长刀，朝林月逼近了2步。林月直接瞬移到林虎跟前，匕首抵在他脖子上，说：那2个孩子到底卖到哪儿去了？你以为擒住我就行了？苏娘不仅告诉了我你要来，还把你家的情况都告诉了我。你要是敢动我1根手指头，你就别想再见到你阿奶和妹妹。你敢动我家人，我定让你陪葬。林月看了眼周围围上来的壮汉，正想着要怎么办时，围在他身边的壮汉纷纷惨叫着倒下。你的家人很安全，我已经安排人守在你家附近，林虎的人靠近不了。林虎没想到林月还有同伙，他想趁机挣脱林月的束缚逃跑。想跑？你要是再不说当年把那些孩子卖到哪儿去了，我瞎了你！不要，我说，当年我把那些孩子都卖到云京去了。接着林虎便把几个孩子分别卖哪几家都说清楚了，但是他也不记得林月的2个弟弟具体送到哪家了，只能靠林月自己去找了。林月盯着林虎的眼睛，看他不像是在说谎，直接一刀抹了他的脖子。多谢出手相助，我还有要事要办，事了之后再好好感谢风公子。半个时辰后，林月站在文峰楼前，停顿了一会儿才走进去。姑娘留步，我们楼里今晚不接外客了，姑娘还是请回吧。让开！姑娘别为难小的，苏娘有令，今日。话音未落，林月一能顺着指尖探出去，火炬直接倒了下去。苏娘还在悠闲地喝着茶，她见林月进来，并不惊讶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林姑娘，没想到你命这么硬，从李府那龙潭虎穴里还能排出来。故意耍我？我是生意人，讲究的是利益往来。李安这些年在鬼市的生意没少给我好处，我自然是站在他那边。怎么现在过来是想寻仇？苏娘话音刚落，房间里就进来了10几个手持长刀的打手。既然林姑娘这么不识趣，那就给我好好教训教训她，让她知道在鬼市得罪我苏娘是什么下场。打手们得到指令，举刀朝着林月砍来。林月从空间拿出一把大刀，就和打手打了起来，每挥出一刀都带着异能，尸体越堆越多。苏娘看着满地的尸体，有些慌了。半晌后，最后一个打手也倒在了林月的刀下。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苏娘一掌向林月拍去，林月挥刀抵挡，苏娘直接被震得连连后退。你这是什么功法？此人的功法太过诡异，再拖下去，怕是得交代在这里了。苏娘从腰间撒出一把药粉，用一把匕首朝着林月的后背刺去。去洗吧。林月蓄满异能的几刀挥过去，苏娘直接倒地不起。她本想拿出灵泉水洗眼睛，但是外面突然来了一道很轻的脚步，她又把刀拿了起来。匆匆赶来的风纪言看到浑身是血的林月，再看到满地的尸体，很是震惊。他猜测到林月又来鬼市，只是没想到晚了一步。林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的眼睛没事，等下用清水洗洗就好。话音未落，风纪言的指尖已经落到他的脉搏上了。此药有毒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。不用。还没等林月说完，风纪言已经出去了。林月这才从空间里用了些灵泉水出来，清洗眼睛，就慢慢能看清了。抬头就看到风纪言端着干净的水，着急地走进来。你这眼睛不能马虎，
若是没处理好，恐会失明。接着，风纪言便用帕子湿了水，帮他轻轻擦拭眼睛。林月清晰的视线里看到他焦急的模样，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。风纪言给他上了药，还带上药巾。林月本来清晰的视线突然一黑。不是，我又没瞎。算了，风纪言是大夫，他说有毒就有毒，深究下去还不好说。你的肩受伤了，你自己可以上药吗？你不是大夫吗？给我上药吧。说完，林月就把后背伤口转过去等他了。风纪言拿起帕子，轻轻擦拭着他后背上的血迹，然后给他上药包扎。好了，世子殿下是来抓我见官的吗？这里是鬼市，不归官府管辖。你受伤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走吧。风纪言说着，直接把他抱了起来。风纪言，你放我下来。夜色太深了，你的眼睛看不见，我送你。林月虽然不是第一次和风纪言同骑一匹马了，但是这次他总感觉怪怪的。马儿在林家门口停下，林月迫不及待的就翻下来。方氏和林柔听到动静就走了出来。月丫头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阿奶，我没事。林姑娘的眼睛没事，再换2次药就好了。那姐，我先送你回房间。等一下，林姑娘，明日我们便启程离开了。这个令牌你拿着，日后到了云京，如是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可以去狮子府寻我。风纪言把令牌给林月后，转身就离开，生怕林月还给他。回到房间的林月把药巾扯了，大呼了口气。月丫头，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？你去做什么了？怎么身上都是血？阿奶，我眼睛没事了。我晚上出去打探消息了，我瞎了灵虎，也打听到了弟弟被卖的下落。真的？真的，只是弟弟被卖到云京去了。若是要继续找的话，我们要去云京了。阿奶，其实我之前在云京的时候，老夫人将我许给了三公子做妾，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老夫人才给了我放妾书，让我回家的。月丫头，那你是不是吃了不少的苦头？没有，老夫人待我极好，我只是怕此去我们再到云京，万一再遇到王家的人，所以我才想先告诉阿奶。你若是不愿意去云京，那咱就不去了。方氏想着，总不能为了找孙子，再让孙女去那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这里，自然是要去的。正好我也有些未了之事，阿奶选个日子，我们就出发吧。那就等你身上的伤养好了就去吧。几日后，林月养好伤了，就去找官府办了录影。随后三人便赶着马车离开了玉城。玉城离云京本来就不远，没几日就到了。林月进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买个宅子入住，然后就开始去把林虎说的买过孩子的人家都跑了一遍。有几户都是普通人家，人家买回去就是当儿子的。就算是多年未见，林月还是一眼就能认出那些少年都不是自家弟弟。最后就只剩一个商户柳家了。林月到柳家门前，还没等他靠近大门，就有2个小厮拦住了他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这位大哥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我们刘府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你要找谁？我找一个14、15岁的少年，他手腕有个手指大小的月牙形胎记。你怕不是来捣乱的吧？府里的小厮没有100也有80，谁知道你说的是哪个？我知道，这样打听唐突了。2位大哥行行好，能不能帮我问问管事？我们刘府没有你要找的人，赶紧走。看到小厮丝毫不为所动，再纠缠下去也没什么意义，林月就先离开了，准备等晚上再来夜探刘府。林月本想直接回家，可走着走着，却不知不觉偏离了方向，走到了世子府附近。林月下意识地摸了摸风纪言之前给他的令牌。我嫁过人的事，他迟早都会知道的，我们之间不可能，还是把令牌还给他吧，省得日后再为此事挂心。打定主意，林月不再犹豫，径直向世子府走去。不知姑娘造访世子府有何贵干？我是来找世子殿下还令牌的。姑娘还稍等片刻，待世子回来之后，您亲自交还比较合适。不必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办，急于离开。这令牌你代为转交便是。姑娘有所不知，这令牌乃是世子的信物，极为贵重，小的不敢擅自代收，还请姑娘通融一二，稍等片刻，世子殿下很快就会回来了。那好吧，我就等一会儿。管家松了口气，连忙引着林月往府内走。快去泡一壶上好的雨前龙井，再送些桂花糕、杏仁酥都端上来，好好招待姑娘。是。姑娘尝尝这茶，是今年新采的雨前龙井。世子殿下，府里来消息了，说有一位姑娘拿着您的令牌上门，管家请您尽快回府。风纪言手里的动作猛地一顿，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惊喜，连忙往世子府赶去。林姑娘，你来了。这令牌你还是收回去吧，我用不上。他没想到林月特地来找他，竟然只是为了还令牌，心里涌上一阵失落。我给出去的东西从来不会收回，这令牌你留着，或许日后会用得上。不必了，我欠你的够多了，不能再欠了。这令牌你还是收回去吧。风纪言看着他决绝的模样，心里的失落更甚。林姑娘，其实从第一次在河边见你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林月便猛地打断了他。世子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，阿奶还在等我。他说完，
便将令牌放在桌上，转身就要走。风纪言从背后抱住了林月，林月的身体瞬间僵住，心跳加速，他有些恍神。世子殿下，还请你自重。林月挣脱了风纪言，几乎是逃一般的离开了世子府。随后，林月就往刘府的方向走去。你看那女子是不是有些眼熟？二公子瞧着是有几分像之前三公子的妾室林氏。去，跟上去看看她住在哪。若真是她，这次定要让她洗无葬身之地。小厮应了一声，然后远远地跟在林月身后。林月等到天黑，就潜入了刘府。他在房顶上四处查看了下，忽闻不远处的跨院传来清脆的打骂声。林月赶忙往那边走去。还敢躲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柳家大少爷？现在夫人给老爷生了大胖小子，你就是个没人要的野种。让你倒杯茶，多磨磨蹭蹭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林月看到那少年的眉眼和林家人有几分相似，便瞬移过去，一掌劈在小厮的后颈上。看清少年的脸后，他有些愣住了。林月抓起他的手腕看了一眼，果然有月牙形胎记。还真是凌云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大姐林月。凌云直勾勾地盯着林月的脸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。大姐林月，是我。林月刚想说些什么，不远处忽然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。林月一脚把地上那个晕过去的小厮踢到了角落里后，便带着凌云直接上房顶躲起来。两个护卫四处看了看，没发现有什么问题，转身就走了。别怕，他们没发现我们。林月伸出手指搭在凌云的手腕上。脉象微弱，气血亏虚，应该是长期营养不良加外伤所致。把药喝了。凌云很听话的接过灵泉水就喝了下去。大姐，我没有做梦对不对？不是梦，我来接你了。呜，大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他们打我，每天都打我，还不给我饭吃。我想回家，可我不敢跑，跑了会被打得更狠。没事了。弟弟他没了，我们在来的路上试图偷逃跑，他受了很重的伤，他就死了。我每天都在想他，想你们。没事了，小云，姐姐带你回家。林月带着凌云回到家，方氏看到凌云，眼泪立刻就流了下来。小云，真的是小云，我的乖孙，你受苦了，都是我们不好，没有早点找到你。阿奶，姐姐，我好想你们。进屋后，林月把凌云的事都和他们讲了一遍，几人抱头痛哭。月丫头，你把小云带出来，明天柳家人发现小云不见，会不会报官啊？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。好，你们应该还没吃饭吧？阿奶去做饭给你们吃。好，阿奶，我要吃红烧肉。随后，方氏做了一桌子菜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了个团圆饭。忽然，外面陆续传来脚步声。阿奶，你们躲好，千万别出来，我出去看看。林月一出去，就看到10几个黑衣人涌进院子，一起上，速战速决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林月从空间拿出一把大刀，就跟他们打了起来，刀光剑影瞬间将院子笼罩。不知何时，风纪言也加入了战斗，很快便杀的只剩最后一名黑衣人。那黑衣人想要逃跑，林月直接瞬移过去制住了他。说是谁派你来的？不说就行。别吓我！我说是王二公子派我来的。话音刚落，林月直接一刀抹了他脖子。风公子，劳烦你帮我照顾下家里人，我去就回。说完，林月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。林月很快就来到了尚书府外，直接利用空间瞬移到了王崇德的房间。王崇德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猛地睁开眼。谁？王崇德，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？是你，林月，你居然还活着！托你的福，我活得好好的。你派人去杀我全家，这笔账我现在就要跟你好好算清楚。之前我三弟见过你之后就失踪了，肯定是你杀了他，我只是为他报仇。他该洗，你也该洗，现在你就去陪他吧。你别胡来，我是尚书之子，你要是瞎了我爹绝不会放过你的。尚书之子，在我眼里不过是个废物罢了。你3番5次派人追杀我，真以为我好欺负吗？说完，直接一刀抹了他的脖子。有护卫发现不对劲，冲进房间，看到已经断气了的王崇德，赶忙召集人围住林月。此时尚书府的高手都被派去刺杀林月一家了。林月很快就解决了所有护卫。就在林月要冲进尚书大人的卧房时，突然被风纪言拦住。你快跟我走，官府的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若是被抓了，官府不会放过你的。等会还有个人没瞎。说着就要冲进尚书大人的卧房。风纪言见状，只能一掌拍在林月的后颈上，迅速把林月带走了。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，官府的人便赶到了。而此时的风纪言已经抱着林月回到了世子府。林月睡了没多久，缓缓睁开眼睛。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若是被人发现了你的身份，你就会成为朝廷的通缉犯，不论是你还是你的家人，以后再也没有安稳日子过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今晚事发突然，官府那边我不会让他们查到你的头上。谢谢你，我先回去了。此时的尚书府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官府的人在现场勘查后，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，只知道杀手是一名蒙面人，因此调查也陷入了僵局。第二天，林月刚要出门去处理凌云的事，就在门口碰到风纪言。你这是要去哪里？
我有事要出门一趟，风公子有事找我。这是你堂弟的户籍，柳家那边我也处理好了，他们不会报官，也不会找上你。林月抬起头，眼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你这么帮我，这可叫我怎么办才好？他的话音刚落，风纪言的手突然覆盖到了他的手背上。我之前在王家做妾的事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们之间不可能的。我不在意你的过往，我看重的是眼前的你，不是你的过去。林月，别再把自己困在过去的阴影里了，相信我一次，好吗？看着含情脉脉的风纪言，林月心中的防线开始动摇。风纪言突然吻住了她的唇，林月下意识地回应着他的吻。你可愿意嫁给我？嗯。